他明明笑得如此和善，可对面的男主却感觉心慌的不行，只因在魔法世界的游戏中杀死了一个会魔免的最终 BOSS， 男主居然就直接穿越进了游戏世界，并回到了剧情最开始的时候。这本是一款女性向的模拟游戏，可偏偏受到了更多男玩家的喜爱，只因其拥有华丽的战斗风格以及无数可以自由扮演的角色，深深地戳中了广大老司机的性癖。其中有一个角色最为特别的垃圾，因为在魔法世界中他居然不会魔法，所以根本没人愿意选。而有个狠人居然玩了这个角色整整10年，不出所料的那个人就是男主，游戏角色白流雪。因为已经过了10年，所以这款游戏已经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这一天，男主突然发现评论区热闹起来，他本以为狗策划终于更新了，可仔细一看，居然是出现了最终 BOSS， 所有被他杀死的人都无法再次登录游戏。对此，男主很是惊讶，女性向游戏怎么还整出了最终 BOSS？ 不都是奔着牵手去的吗？而且黑龙居然拥有 99% 的魔法抗性，除此之外还可以无 CD 的释放魔法和吸收魔法，这确定不是吧？此时的男主被提起了一丝兴趣，魔法世界遇到魔免的 BOSS 的确可怕。接下来他粗略看了一下剧情，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黑魔人的邪教组织的阴谋。虽然男主对这些其实并不关心，可是现在明显游戏世界即将毁灭，既然结果已经注定，那么男主也决定挑战一下。看来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白流雪虽然是个连配角都不如的角色，但是她自带名为闪现的技能，虽然这个技能有点坑，只能在3至10米范围内随机移动，甚至就连方向都不能确定，操作不当很容易把自己玩死，但是只要锻炼到极致，就可以调整到前方的固定距离。虽然是一个十分吃操作的鸡肋技能，但对于男主来说却非常具有挑战性，所以他在这个魔法游戏中当了10年的物理攻击玩家。而黑龙又怎么会想到还有这种老六，他根本没加物防。最终在男主精湛的操作下，配合瞬移这一技能，成功将 BOSS 击杀。直到新的成就提示出现，男主都有些不敢相信，就算是他全身史诗级装备，可这终究只是一个垃圾角色而已。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既然是好事，当然要学会分享。男主正要发帖炫耀一下，结果意外发生了，他的眼前突然出现红色警示框，因为出现错误结局，埃特鲁世界开始崩坏，所以你就是最接近真正结局的玩家，求求你改变这一切。奇怪的声音在男主耳边响起，他的力量开始在身体流失，世界开始旋转。当一切归于平静，世界已经一片黑暗，原地只剩下2个亮着的显示器，证明这里曾经有那么一个人。当男主再次睁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小木屋之中，一阵寒风吹来，男主冻得瑟瑟发抖，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突然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面残破的镜子，出于本能的他凑了上去。这一刻，男主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镜子里的那个人分明就是他的游戏角色白流雪啊！还没等男主搞清状况，突然一个提示框出现在他的眼前，第一幕从追击者的手中逃走。男主惊讶地看着这熟悉的内容，这不就是剧情开始时的序幕吗？突然男主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伸手在自己的口袋里掏了掏，果然一张熟悉的通知书出现在眼前，这是斯特拉学院的入学证明。虽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但是男主却不得不承认这里就是游戏世界。可为什么偏偏是白流雪啊？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又有谁不希望能直接出生在罗马呢？这时男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那个声音好像说过真正的结局，可他明明记得这是个没有固定结局的游戏啊，难道说不是没有真正的结局，而是10年都没有人能达到吗？男主很快就搞清了现在的情况，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追兵应该就在附近。他小心翼翼地朝着外面一看，那些人果然来了，生怕被发现的男主赶忙躲到墙后。可不幸的是，小木屋目标太大，很快便被敌人发现。眼看敌人已经朝着这边冲来，男主有些慌了，就凭他现在的身体不可能跑过那些佣兵，打又赢不了。男主正纠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这时提示框突然出现，拥有可以使用的技能前闪现。男主惊讶地注视着眼前一幕，什么可以使用前闪现？虽然这个职业技能比较鸡肋，但男主还是凭借10年的游戏经验将追兵一一解决。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杀人，但他没有任何的不适，反而还不忘身为一个资深玩家的基本操作。摸尸果然随便一摸便是收获满满。这时他发现悬崖对面有一个魔法师团队，男主正要凭借灵敏的闪现跳过去，结果被佣兵小队剩余的魔法师偷袭，幸得对面一个蓝发女孩相助，男主才逃过一劫。得救的男主对女孩表达感谢，然而女孩却是冷漠转身表示不用。虽然女孩冷冰冰的，但是她的声音却是男主听过最好听的。而刚刚的那些家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烧杀抢掠的盗贼团伙，但是男主清楚他们都是属于黑魔神教的成员。这一刻男主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突然提示框再次出现在男主眼前，这次是让他进入斯特拉学院。这次任务一点也不难，毕竟入学通知书已经在手，就是没想到他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还要上学。接下来男主搭乘魔法师团队的便车前往学院的卫星城市勒卓伊卡。勒卓伊卡是前往学院的关口之一，剧情就是从魔法城市阿尔卡尼姆正式开始。那里拥有5个有名的魔法学校，而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斯特拉学院。最终他坐上了前往阿尔卡尼姆的飞船，而男主一副穷酸的样子引起了一些贵族的嘲笑，他们认为学院允许平民入学简直是拉低了他们的档次。而男主看着这些找茬的家伙，只感觉看到了一群白痴，这种态度惹恼了几人，他们正要上去给男主一点教训，结果紫毛贵族突然听到身后有点吵，他愤怒地转头看去，然后差点被眼前之人吓死，因为眼前这个女孩是阿多利维特公国的碧妍公主。只见公主冷漠地从几人身边走过，紫毛小贵族还想上前拉一下关系，结果公主只是一个眼神看过来就差点将他吓尿。男主看着擦肩而过的公主殿下，原来她就是这个世界的恶女吗？她是这个游戏世界的重要角色，跟女主斗得你死我活，而最终她的命运很惨，无论是哪条路线都是以悲剧结尾。不过却有很多玩家喜欢着她，毕竟颜值即是正义。然而男主却没什么特殊感觉，毕竟长得再美也不能当饭吃。现在他感觉饿得要死，只想快点吃饭。飞船上时刻准备着精美的糕点，可男主发现这里的价格对他一个平民非常的不友好，最终他无奈地走了回去。
还是忍忍再说吧。这时飞船上的广播开启，10分钟后到达阿尔卡尼姆，为了各位的安全，请大家到1楼集合。此时男主嘴角微微翘起，终于要开始了吗？不管怎么说，对现在的男主来说，这里就是现实，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不过虽然刚刚下定决心，男主马上又变得沮丧起来，他怀疑自己能否在学院站住脚跟。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要是这时候能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东西就好了。突然男主一愣，他想起来好像还有一封未读邮件，带着期待的心情打开一看，原来是系统奖励的提示，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个中低级的技能和装备，另外还有积分赠送。对此男主也不客气，直接就报了2个高级的，结果让他有些失望，目前的他真就只能选择低级的。最终思考良久的男主选择了一件辅助装备宗耳杯的眼镜，通过它可以直接窥视目标情报，属于玩家居家外出必备道具。男主戴上眼镜低调的混在人群之中，突然一阵议论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一群人对着一个蓝发女孩指指点点，通过周围人的议论，男主知道了她是叛徒莫罗波大公的长女阿伊杰，而对于这个名字男主很熟悉，因为她是这个世界的假女主。虽然男主穿越进了埃特鲁世界，但这个世界是根据爱情小说不要爱上不幸的宫女而做的游戏，本来小说中的女主正是阿伊杰，结局是她和男主双宿双飞，可小说中的她沉迷于爱情却忘了报仇，因此被读者们骂得狗血淋头，所以游戏增加了一个叫做普雷因的角色，而她还是一个穿书的现代人。最终游戏里的阿伊杰成了假女主，而普雷因成了真女主。从女主位置下来的阿伊杰，无论玩家如何努力都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这都跟男主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只想活下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女孩的身影，男主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在刚刚，斯特拉学院举行了新生入学仪式，而其中最优秀的4人代表新生进行宣誓。这几个人都是男主的熟面孔，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剧情角色，尤其是新生首席马由星，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天才，可以使用全属性魔法，拥有接近成神的潜力。可惜他的立场不确定，为了阻止悲剧，必须让他变得善良。当然这一切不是男主该考虑的事，因为只要有女主普雷因在就够了。虽然男主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做，按理说他们同样作为现代人应该有共同语言，可如果女主将他当成敌人就会变得很麻烦，因此男主决定不冒这个险。在这个游戏中，白流雪是个连商店 NPC 都不如的配角，可女主却拥有着能净化黑魔人的特殊能力，如果靠得太近，可能卷入各种麻烦中。身为配角就要有配角的觉悟，男主决定苟在主角们的身后。入学仪式结束，新生们来到教室坐好。作为一个早就毕业的社畜，男主感觉有些微妙，不过看着手中的怀表，他又感到一阵自豪，因为这是斯特拉怀表，代表着拥有者是最顶级魔法学院的学生。这个东西比战士资格证还好用，男主恨不得立刻出去装一波逼。不过眼下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马上就要进行分班考试，老师提醒下面的学生除了笔之外的东西要收好，戴眼镜的需要提前检查，然后便是考试开始。而不出意外的，男主一个也看不懂。斯特拉学院的分班考试是出了名的难，学生们根据成绩将分到不同的 F 岛一班，而大部分游戏中的重要角色都将进入 S 班。在所有的学生中，白流雪本就是以最后一名入学，所以男主考虑要不要交白卷。可他突然注意到了新生首席马由星，而他正在发呆。再一瞧，好家伙，都已经做完了，果然人与人之间就是不同的。男主长叹一口气，难怪对方觉着活得没意思。马由星这个角色对这个世界感到无聊，因为他生在最强家族，拥有最强天赋，人生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直到黑魔人发出毁灭宣言，他才终于感觉人生还有那么一点乐趣。而根据女主的行动，将决定他最终是选择善良还是邪恶阵营。不过这家伙最大的问题好像是家里的事情。看着这样的天才，男主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总感觉就这样交上白卷实在是有些过于丢人，所以他掏出了自己的外挂眼镜，用一下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可这一举动马上引来了监考老师的注意，而男主忘了开考前老师已经强调过，想戴眼镜必须接受检查，毕竟这是一个魔法的世界，通过眼镜作弊实在是太正常不过。老师从男主手中接过眼镜仔细观察，男主在一旁紧张的冷汗直流，怎么办？如果被发现可是要退学的。偏偏这个时候系统提示眼镜丢失要不要找回，男主差点被直接吓死，在心里连连拒绝。最终系统出品果然可靠，老师没有从上面感应到任何魔力气息，于是他将眼镜还给男主并提醒其下次注意。男主连连应是，危机解决，男主戴上外挂眼镜，果然下一刻答案直接出现在卷面之上。真是好一个考试神器，有这玩意区高考算得了什么？男主满怀信心的开始抄答案，心想自己这下可不用去 F 班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才抄完前3题，老师居然就开始收卷了。所有同学的试卷直接飞向老师，接下来老师开始粗略查看同学们的答案，然而仅一眼他便愣在当场。此时的男主还在遗憾只做了3道题，结果下一刻老师便再次出现在他的身前，让他把眼镜交出来。可他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副普通的眼镜，于是他怀疑自己漏了什么，所以让一名学生去请更专业的格雷安博士。男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难道是被发现了？不应该呀！魔工学教授格雷安博士仔细观察着这副眼镜，最终什么也没发现，他也没有感觉到任何魔道具的气息，这说明这几道题真的是这个学生自己做出来的。虽然很可疑，但是没有证据那就不能胡乱冤枉一个人。格雷安博士让监考老师向男主道歉，而李寒月老师也是个有担当的人，我误会你了，对不起。男主心虚的接受了道歉，因为他真的作弊了，好在没有被发现。其实想要证明男主有没有作弊很简单，只要再拿一份相似试卷让他不戴眼镜做一下就好。可老师既然不能证明学生作弊，那么学生又何须自证清白呢？而在本次新生中全部答对前3题的一共只有3个人，像彗星一般崛起的超级天才马由星和虽然是平民但才华一点也不输的普雷因，以及以最后一名入学的男主。也正因如此，监考老师才对他的成绩有所怀疑。不过男主到底是校长亲自同意入学的学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天才，那就拭目以待。分班结果出来，同学们纷纷查看自己被分在什么班级，这种事男主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过他有自知之明，直接到最差的 F 班名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然而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到。男主瞬间感觉天都塌了，难道因为只答了3题就被退学了？突然他听到一旁的人群开
开始骚动，隐隐约约好像还听到自己的名字，于是好奇的他上前一看，结果差点直接惊掉他的下巴。谁能想到入学最后一名，分班测试只答对3道题的他会进入最强的 S 班。S 班是斯特拉学院选择最特殊的学生组成的班级，是所有学生都想进入的地方。可这对于一个一心想当小透明的男主来说有些不太友好，毕竟跟主角们混在一起，遇到意外的概率简直突破天际。不过结果已经没办法改变，男主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另一边在外面高高在上的公主，现在却被教授一个大逼都甩在脸上，只因他前3题一道没答对。对此教授很是不满，他无情地嘲讽着公主是个窝囊废，甚至连废物都不如。而公主只能默默地承受，因为对面的那个女人是她的妈妈，曾经被王国赶出来的教授把这当成是一生的耻辱，所以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如此不中用。他的女儿只能是最优秀的。公主虽然嘴上答应着妈妈的无理要求，可她真的不明白，明明这些东西都没学过，为什么还要欺负她呢？转眼间到了第1堂课的日子，同学们早早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等待，男主一个人无奈地坐在最后面，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打交道。不仅如此，因为男主的加入，让一些人感觉自己被拉低了档次。对此男主也可以理解，毕竟跟身为天之骄子的同学们不同，他确实是一个学渣。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游戏角色，男主感觉很是神奇。这里的大部分人以后都会成为世界名人，而其中有5人将会背叛魔法界，马由星就是其中之一。对此男主只希望女主能够给点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这时负责监督分班考试的老师来到讲台上，他就是 S 班的负责教授李寒月。老师先是进行了一番开场演讲，让大家对以后的学习有个心理准备，然后便准备正式上课。而也就在这时，碧岩公主姗姗来迟报道。对此男主很是吃惊，他知道对方比任何人都重视原则。男主好奇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直接戴上眼镜观察，结果根本不行，只知道他有一个坏妈妈，而他一定会死。当然这也在男主预料之中，毕竟眼镜也只是一件低级装备。不过现在他更在意的是一定会死这件事。如果说阿伊杰是被普雷因害死的，那么公主便是被普雷因和阿伊杰害死的，这就是恶女的宿命。没办法的是，虽然男主也很想帮她一把，可是现在的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只好说对不起了。男主无奈地叹了口气。然而命运总是爱开玩笑，男主想要独善其身，可命运就是不允许。被教授同意入内自己找座位坐下的公主竟直接来到男主身边，看着旁边这个脸上明显还带着伤的女孩，男主感觉有些心慌，怎么回事？为什么剧情才刚开始就有种不好的预感？而正式开始上课前，老师告诉大家需要继承学校里的法杖。虽然过程有点麻烦，但是男主对此充满了期待。斯特拉学院有2个重要的仪式，分别是法杖继承仪式和魔宠契约仪式。而作为新生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法杖。这里有着各种等级的法杖，学生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选择，但是能不能拿得起来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如果不能引起法杖共鸣，那就说明你没有拥有它的资格。此时的男主有些苦恼，因为按照他的天赋，应该跟 F 班一起选择才对。可是这里却是天才云集的 S 班，所以男主只要能被任何一把短法杖选中就心满意足了。法杖分为长短2种，短法杖适合快速释放魔法，而长法杖则适合前摇比较长的大型魔法。周围人也在等着看男主笑话。身为 S 班学生，如果没有被任何一把法杖选中，确实可笑。对此男主只能当做什么都没听到。他可不想多事，可他不想惹事，有人却非要彰显一下存在感。侯爵家的儿子尤斯莱克不屑地让男主选个平民法杖，不要给教授惹麻烦。而男主无所谓地表示你也不要闯祸。闻言尤斯莱克感觉受到了侮辱，差点当场动手。不过现在场合不允许，所以他直接向男主炫耀自己的目标。男主一看瞬间愣住，因为那个法杖是埃德莫里埃泰米里，他是这里等级最高的中上级法杖，一般只有职业魔法师才配拥有。而这里除了埃德莫里之外，还有一把同等级的，但这其实只是拿出来给学生看的。随着老师宣布开始，大家纷纷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魔杖，基本上重要角色的魔杖都是中级的。眼看一个个好魔杖被人契约，尤斯莱克开始不淡定了，他直接不自量力地跑向了最好的，结果可惜他共鸣失败了。当然这都在男主的预料之中，因为这个法杖早就有主人了。跟尤斯莱克那个废物不同，马由星是毋庸置疑的天才，他轻轻松松的就获取了埃德莫里的认可。同学们都不敢置信地注视着这一幕，而男主则是长叹一口气，这个结果才是正常的。突然马由星看向了男主，男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接下来他竟对男主露出了爽朗的笑容。这一幕令男主差点石化，怎么回事？吃错药了吗？不过算了，这家伙脑子本来就有问题。接下来就要看女主表现了，只要普雷因能在这里抓住另一把中高级魔杖特里芬，就会引起马由星的好奇，继而迷上对方。所以男主希望普雷因能够给力，而结果也不出意外，普雷因果然走向了特里芬。见状男主紧张的流下冷汗，加油啊！没错，就是这样，快点拿起特里芬吧，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马由星的兴趣，然后走向完美结局。可老天就是爱开玩笑，普雷因根本连看都没看一眼就直接走了过去，然后继续寻找着自己的目标。见状男主瞬间慌了，怎么回事？难道他看的小说情报不足，所以不知道特里芬的存在吗？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大事，因为无论哪个法杖都可以跟他共鸣。如果他选择了奇怪的法杖，马由星的路线还怎么走？既然如此，男主只能选择自己出手了，只要能够一把把他推到特里芬前面就好了。想做就做，下一秒男主直接闪现到普雷因身后，正准备动手，可却被普雷因瞬间察觉。普雷因当场被吓了一跳，而男主则只好强笑着打招呼。男主表示想帮他挑选，普雷因却让他别多管闲事，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对方的反应令男主感觉有些奇怪，他明明记得普雷因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啊，怎么感觉有些冷漠？不过这关系着他以后的小命，所以男主可不能轻易放弃。即使很明显的普雷因已经感到厌烦，他还是推荐了特里芬给他，如果是你的话一定没问题。普雷因当然知道特里芬，可是看过小说的他知道根本没人能
能够拿得起他。而也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一阵声音传入男主耳中，男主失神的朝着声音传来方向看去，结果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特里芬居然已经到了他的手上。突如其来的变故差点吓死男主，为什么这东西会在自己手里？这应该是普雷因的呀。下一刻，男主心虚的看向普雷因，那个普雷因，而对面的普雷因笑得非常和善。怎么了？男主满脸冷汗的看着对方这可怕的样子。没什么。此时他的内心已经绝望，完了，彻底搞砸了。魔杖选择仪式结束，学校里到处都在讨论着拿到最好法杖的两个人。对此原文女主普雷因只感觉有些烦闷，无论如何她都想不明白，明明原作中没有任何人能拿起的特里芬，为什么如此轻易就引起了共鸣，而且还是个听都没听过的炮灰角色。她有理由怀疑那个人是故意做给自己看的。不过算了，现在在想着这些也没有任何作用，还是抓紧时间去学习吧。突然普雷因的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原来是他的同学们出声打招呼。一转头，普雷因就已经换上了一副爽朗的笑容。难怪在男主的印象中，普雷因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原来是人生在世全靠演技。这时一个女孩问普雷因是一个人去学习吗？普雷因看向这个跟自己发型有点像的女孩，她好像是叫杰西，然后笑着解释自己听说有个补习会，所以想要去看看。简短的寒暄完，几人告辞分开，想着都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上学，普雷因就感觉有些累，结果一时走神撞上了一个同学，而对方是这一期天才学生之一的海原良。海原良看对方脸色好像不是很好，问他有没有事。闻言普雷因惊讶的瞪大双眼，他这是在担心我吗？随后他表示自己没事，并好奇对方要去干什么，结果就听对方表示要去训练。普雷因吐槽他实在是太过努力，当然对方回应彼此。海原良居高临下的看着普雷因，只看得他满头疑惑，然而他只是拍了拍普雷因的肩膀，然后就告辞离开。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普雷因只感觉对方真是个奇怪的人。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杰西躲在一旁看着这边，普雷因正要打声招呼，结果对方一言不发的就转身离开，徒留他满脸尴尬的待在原地。原来跟我没关系啊，不过算了，现在他还有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参加关于分班考试的特别补充会。因为看过原作的他知道阿依杰和碧妍公主都会参加，这种爱情小说女主和恶女之间的争斗场景他可不想错过。当他来到会议室时，主要角色都已登场，而主办人是 A 班的卡尔，他看起来好像有些慌张，当然这也很好理解，谁让在座的基本都是 S 班的大神。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马由新居然也来了，还有他跟白流雪之间的气氛是不是有点问题？要知道马由新可是这个世界的主角，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对一个人感兴趣，而且白流雪除了前3题一道没做，说不定他早就知道只要做对这3题就能进入 S 班。普雷因握紧拳头，总感觉白流雪就是这个世界的变数。此时来自女人的第6感告诉他，这个家伙很危险。殊不知此时的男主是多么的无奈，他是真希望快点来个人把这个家伙拖走。而马由新可没有一点被嫌弃的觉悟，他笑得一脸灿烂，问男主怎么来了。对此男主还能怎么说，只能哈哈一声蒙混过关，不然难道还能自曝是因为成绩太差，所以才来参加补习班？不过此时的他有一点非常疑惑，这小子为什么突然对自己这么感兴趣？他这副表情的对象不应该是普雷因吗？此时一道声音打破两人之间的气氛，原来是上课时间到了，卡尔今天准备讲解一下恶名昭著的魔之3题，虽然他就只解开了其中1题。此时的卡尔很是心虚，因为他本来只是想趁机拉拢一些成绩较低的贵族，谁能想到来的都是些怪物。突然卡尔一愣，他好像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因为男主无论是入学考试还是分班考试都考了学院的最低分，那么只要将男主踩在脚下，他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想到这的卡尔重拾自信，开始讲解自己的解题思路。台下有的人在认真做着笔记，而有的人则只顾着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之人。身为学渣的男主正在仔细听课，结果突然听到身旁的马由新问台上之人讲得怎么样。闻言男主当场石化，这小子在说什么胡话，我压根就跟不上进度啊。不过算了，既然对方问了就坦率说出来吧。然后一句我不清楚直接响彻在所有人的耳边，于是刚刚还安静的教室瞬间嘈杂起来，同学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卡尔讲错了，而台上的卡尔更是当场气得捏碎粉笔。好家伙，我还没开始找你麻烦，你就开始拆我台是吧？此时的男主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好奇大家都看自己干什么，直到怒极的卡尔指着他表示，既然你觉着我说的有问题，那么你来如何？闻言男主差点吓死，你在胡说什么？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朝着旁边一看，破案了，原来都是这小子搞的鬼。虽然找到了罪魁祸首，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上了，那就快点做完吧。所谓的魔之3题说白了其实就是个脑筋急转弯，就比如为什么魔法师喊出大地啊流眼泪吧，大地就变成了2倍，答案很简单，大地哭了就变成了乌。虽然有点无语，但前3题就是这种类型的问题，就像考公的行测，靠严谨的数学是绝对算不出答案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卡尔这家伙确实是做错了，虽然运气不错的得到了正确答案，但是过程却是一点都不对。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再遇上相似的题肯定错。男主虽然不能给出解题过程，但是却可以指出对方错在哪，只是简单的换了题目上一点条件，就直接令对方哑口无言。卡尔还想拯救一下自己，解释到时候可以用其他公式，然而这说到底还不是推翻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最后男主看着对方总结出结论，你是侥幸答对的，一点也不符合出题者意图。卡尔还想挣扎一下，结果那个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最终他承认男主说的对，看着对方这沮丧的样子，男主怀疑他是不是被打击的太厉害了。此时的普雷因一脸的难以置信，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都在记白流雪的话？他等了一天的好戏呢，怎么这2个人都在忙着解题？最后这个世界真的是自己认知的那个世界吗？补习会结束后，马由新跟男主告别，他非常期待2人明天的再次见面。男主甚是无语的挥手，转眼他便无奈无脸，实在是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马由新这个大麻烦盯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男主知道这一定都是特里芬惹的祸。他不明白特里芬为什么会跑到自己手里，明明应该除了普雷因之外谁也用不了才对。而就在这时，男主突然一怔，碧妍公主在这干什么？难道说他是在等什么朋友？不过算了，反正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准备当作没看见直接离开。然而公主却喊出了男主的名字，因此男主不得不停下脚步。原来是公主想
想知道男主为什么没有说出那几道题的解题方法。闻言，男主当场愣住，他是不想解释吗？是根本就解释不了啊！毕竟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用逻辑的方法去论证脑筋急转弯。可公主完全理解错了意思，她还以为男主是不想让人白嫖，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付出代价，只要能够让他看看他的脑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就行。男主瞠目结舌地看着事态发展，这都是个什么事啊？最终男主拗不过公主，两人到图书馆找了个安静的位置坐下。男主看着手中的题目，实在是不明白公主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明明自己除了前3题其他题一道没做，而他只错了前3题其他全对，难道他就不觉得向学渣请教丢脸吗？公主当然不认为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她觉得明知做错了却找不到正确答案才是真正的丢脸。男主敬佩地听着公主的回答，真不愧是一个模范好学生。不过男主好奇那个人为什么是自己，明明公主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殊不知这次考试的前3题，1141名新生中只有3人答对，这3道就是纯纯的陷阱，只有男主和马由新以及普雷因写出了正确答案。得知这一结果的男主只感觉老天跟自己开了个玩笑，他噌的一下站起身，指着手里的卷子再次确认，这真是为了不让学生解开才出的题。再次得到确定答复的男主只能无奈地坐下，他终于知道了自己何德何能进入 S 班，同时他也明白了为什么普雷因一直都在戒备着自己。毕竟看过恋爱小说的普雷因，就算是不知道游戏内容，对于大部分的剧情也是了如指掌。可突然冒出一个听都没听过的配角，这换谁都会产生警惕心理。想通的男主只感觉生无可恋，公主好奇他的脸色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太好，而男主则表示不用管我，既然结果已经无法更改，那就走一步算一步吧。目前重要的是解决公主的问题，不过应得的好处得事先商量好。而男主的要求也很简单，将他的法杖改为魔法剑，结果终究是特里芬错付了真心。这点小事对于王室来说当然不算什么，可公主不明白的是，对方身为高贵的魔法师，为什么要用低级佣兵才会用的武器？对此男主只能回答是自己的兴趣，不然也不能说自己其实是个魔法废柴吧。公主一阵沉默过后，终于同意了这个条件，男主的心也随之放了下来。接下来男主开始履行自己的责任，他告诉公主这几道题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转变。闭眼公主最大的弱点就是使用魔法过于死板，只会使用教科书上的方式战斗。原作中的她直到2年级才意识到这一点，而那时的她已经被普雷因压得抬不起头。虽然现在不能让她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但是不妨碍提一点建议。那么首先第一件事，男主看着对方询问，你知道脑筋急转弯吗？公主不知道男主这时候说这个干嘛，她表示自己听过这个词，而男主则实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膝盖和膝盖之间有什么。公主思考了半天，然后回道膝窝。男主表示不对，正确答案应该是和，因为他说的是膝盖和膝盖之间的东西。闻言公主瞬间无语，只感觉对方是不是脑子有病。她死死地盯着男主，只把男主看得都有些心虚。于是男主只好笑着让对方冷静，咱们先好好看题。这几道题用了学生根本就看不懂的公式，也就是说想要解题必须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并不是靠死记硬背就可以拥有的东西。虽然掌握咒语和术式对一个魔法师来说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先把自己的思想从书本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长。然而公主只会照本宣科，没有一点自主思考，所以就算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但还是缺少最重要的东西。此时的公主周身散发出可怕的气息，她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之差。男主尴尬地问对方有没有听懂，公主满脸自信地回复当然了。殊不知男主自己都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不过算了，这些都不重要，反正只要公主觉得懂了就好。接下来又是一系列的无脑问题，公主一道题都没答对，委屈的都要哭出来了。见状男主有些汗颜，这孩子不会是被打击到了吧？而当公主历经波折从男主口中听到正确2个字之后，她终于是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这一刻她开心的像个孩子。同时这也是男主第一次见到对方笑，无论是在游戏还是在现实中，所以他也毫不吝啬的给出夸赞，不愧是公主，想象力真是出色。闻言公主害羞的干咳一声，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让男主继续。就这样一转眼3个小时就过去了，男主告别公主一个人离开，跟公主玩了3个小时脑筋急转弯的他只感觉头昏脑胀心力交瘁，谁能想到自己随口扯的谎公主居然信了。不过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魔法师，脑子很聪明，除了有点死板，而男主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这样的孩子撒谎，总感觉良心上有些过意不去。不过说什么也晚了，毕竟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现在他要去找一个破书店，虽然这里到处布满了蛛网，看起来好像随时能倒闭，但是男主知道在这个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书店里藏着不少好东西。而10年前斯特拉学院首席马艾拉的笔记本就在这里，只要能够拿到这本笔记，那么魔宫学的课程几乎就能考出满分成绩。虽然男主的外挂眼镜也可以做到，可笔记中还隐藏着不少魔宫学配方。为了找到这本笔记，男主一排排书架找了过去，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一次的目标。然而就在他要伸手的时候，旁边却伸出了另一只手。突如其来的一幕令男主一惊，他转头朝着旁边一看，阿姨姐，他怎么会在这里？而阿姨姐也没想到在这里还有人认识自己，看来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名气有多大。当然他也认出了男主，毕竟男主刚刚才在补习班大出风头，可他却忘了他们曾经在入学前见过一面，而且他还救了男主一命。阿姨姐夸赞男主课上讲得非常不错，只是可惜没有讲到最后。说完他没有任何留恋的转身离开，同时表示认识男主很开心。而男主看着阿姨姐离开的背影，却在庆幸还好书没被抢走。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一句，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看着阿姨姐在仔细挑选着2手书，而且每一本都一定会先看一下价格。直到这时，男主也终于想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对于家族被灭一无所有的他来说没有其他选择了，而他的父亲被黑魔人杀死，并且还背上了叛徒之名，以至于他堂堂一个宫女却还要来二手书店挑挑拣拣，属实是有点可怜。不仅如此，在小说里她虽然是女主，可在这个有普雷因的世界，她注定早早死去，简直可以说是这个游戏中最不幸的角色，可怜的让人心疼。在阿一杰终于选好一本书要结账时，男主抱了一堆书赶在他前面扔在柜台上，然后还自信地朝着对方一歪嘴，只看得阿一杰一阵无语。看着男主买的书，阿一杰不禁感慨对方选的科目真是新奇，因为这明明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发展的课程，很少会有人选择。男主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可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要选他。只要选的人足够少，那么就很容易取得高学分。说完，男主转身告辞离开，他满脸的自信，这个学期稳了。而阿一杰满头疑惑地看着对方，原来还可以这么玩吗？第二天，阿一杰赶往自己的选修课，他听说这堂课压力很小，很容易就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然而当他到达教室的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因为大家都听说这堂课成绩不错，所以一个个的都凑了上来，然后人一多，成绩自然就不可能再好考了。此时阿一杰无奈地叹了口气，这门课算是没希望了，看来只好努力学习其他科目了。因为落魄的宫女急需奖学金支撑，不然他已经快到连饭都吃不起的地步了。看着手里的60张餐券，这个学期就靠他们了。正想着今天买点干面包凑合一下吧，结果路过一间教室时，他突然看到了正在上课的男主。阿一杰诧异地看向里面，他在这里做什么？这好像是神乐学的课，应该很少有人会报才对。而这里的人也确实不多，基本上都是成绩很普通的同学，以这点人数也就勉强能够达到开课的程度。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书店中男主的话，如果他也申请了这门课，那么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也能取得一个高分，而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其他地方，是不是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学金？想到这的阿一杰咽了口唾沫，看向男主，难道说他早就知道这门课可以轻松获得好成绩？果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男人。新的一天，还是那堂课，神乐学讲师雷丁教授在讲台上讲着魔法的起源，而男主在下面认真的听着。谁能懂都毕业了还要再上一次学的苦啊！如果这还是游戏就好了，只要动手就能学会。可话虽如此，男主还是要好好学习，因为这堂课真的很重要，在这里可能找到关于真结局的线索。虽然这只是他的猜测，但是此时的男主有一点想不明白，看着旁边认真听课的阿一杰，他怎么就想不起来阿一杰也选过这堂课呢？明明应该没有重要角色选择神乐学才对。不过算了，反正也影响不到自己。这时老师讲到了始祖魔法师们留下的12神乐。12神乐是大陆平衡的守护者，1000多年前散布在世界各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着特别的力量，等他们聚集在一起后就会发生特别的事。至于是什么则没人清楚，因为他们已经1000年没有聚集过了。而男主正是觉得这个所谓的12神乐跟真结局脱不了干系。曾经玩了10年游戏的他，最终也只掌握了其中5个的情报，想要获取更多，看来还是需要努力一下了。他明明拥有超强的魔法天赋，可惜过于依赖课本而思维不懂变通，导致魔法空有强大的威力却不能命中目标。而他那身为教授的妈妈更是对他的表现非常的不满，又一次让妈妈失望的公主失落的一个人坐在长椅上。就在这时，一个棕色头发的女孩来到他的面前，这个女孩是火焰系的天才阿尔施昂。公主对她早有耳闻，本来以为对方不如自己，可现在公主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她的命中率真的很高。阿尔坐到公主旁边，夸赞公主的魔法真厉害，明明是相同的魔法威力却是她的几倍。可公主闻言却是一点也不高兴，魔法再厉害打不中目标又有什么用呢？而对阿尔来说可不一样，魔法威力靠的是天赋，而命中率只要多加练习就好了。一番交谈之后，公主的心情好多了，于是告辞离开。而看着公主的背影，刚刚还喜笑颜开的女孩脸上变得一片冷漠。当公主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的专属护卫叶特琳早已在此等候。叶特琳先是为公主准备好红茶糖果，然后开始报告关于改造法杖的事。那把法杖很好，如无意外可以做出一把高级魔法剑，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法杖居然会吸收使用者的魔力。闻言公主瞬间一惊，这不是黑魔法武器吗？可叶特琳却表示跟那个不一样，感觉更像是一直在跟自然能量共鸣。对此公主有些难以相信，一直吸收使用者的魔力，这种垃圾法杖怎么可能是中上级？然而叶特琳却表示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是中上级。本来这个法杖应该是上级法杖，但是因为这个巨大缺陷所以才降级为中上级。听到这个原因的公主惊了，居然有学生可以拿起上级法杖。不过想想算了，那种垃圾法杖白给估计也没人要，这件事就交给那个平民去头疼吧。另一边的男主正在上课，台上的老师在认真的讲着魔法轨道计算公式。此时男主只是无聊的打了个哈欠，结果正好被老师看到，老师感觉自己受到了挑衅，于是男主被点名上前解决问题。然而区区轨道计算，在经历过3年高考5年模拟的男主面前毫无压力。老师看到这答题速度都惊了，怀疑他是不是专业的。男主摆手否定。看着台上男主的表现，阿一杰陷入了沉思。当下课后，男主前脚刚离开教室，后脚便被阿一杰喊住，他有一个问题想问男主。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对男主的观察，阿一杰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男主很聪明，比一般成绩优秀的人更加的聪明。刚刚课上的题就是最好的证据，因为这根本就不该是一个新生能解开的问题。同时阿一杰得出结论，男主有着专属于他的上课战略，所以他直接问了出来，下一堂课你要去听什么？男主好奇他问这个干什么，莫不是对他有意思？阿一杰感觉有被冒犯到，不要乱说，这让人很不舒服。原来阿一杰调查过男主选的课都是一些人少好考的科目，所以他想知道对方究竟是怎么选出这些课的，这对于想要获取奖学金的他来说很重要。闻言男主松了一口气，看对方的表情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呢。男主表示一切都是凑巧，然后转身准备离开，可阿一杰却不想就此放弃，他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对此男主很是无奈，既然你已经调查过我了，那就按照我的课程上吧。阿一杰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是他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到对方的成绩。男主惊讶地看着对方，明明最需要奖学金的是他吧，可这种时候还担心别人，果然不愧是原文女主，道德水平跟那些老六完全不同。此时阿一杰期待地看着男主，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推荐，而男主却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难道你长得漂亮吗？阿一杰
杰疑惑地抚摸上自己脸颊，不是吗？明明大家都说看到我的脸就很开心。闻言，男主差点石化，你是认真的吗？下一刻，阿一杰却是哈哈一笑，开玩笑的啦，我已经准备好付出代价了。代价2个字，男主感觉有些耳熟，先是公主，又是宫女的，最近的孩子们是不是有些过于世俗了？这时，男主突然听到对面女孩开口，你知道学校的第7馆怪谈吗？玩过游戏的男主当然知道，而阿一杰惊讶于男主居然听过，因为知道的人很少。他正准备用这个秘密作为支付代价，可却被男主直接打断。男主头疼地揉着脑袋，感觉自己要疯。这的确是个重要情报，可这个情报应该是普雷因用来提高原男主马由心的好感度才对。而普雷因之所以知道这个情报，是因为他看过的原文小说中，阿一杰将这个情报告诉了马由心。总之，听到这个秘密的是主角才对，可不能是他这种小角色。男主表示不听，王八念经。面对阿一杰的纠缠，不想惹上麻烦的男主决定将消息免费送给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被阿一杰的心意打动。随即，男主建议阿一杰可以去听一下深渊的冥想课程。闻言，阿一杰有些不太懂，他不喜欢修道，这门课程是不是有点多余？对此，男主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于是无中生有了一个师傅，然后告诉阿一杰，他的师傅说过冥想可以使魔法威力提升几倍。闻言，阿一杰难以置信地询问男主，只是做了冥想，而男主给出确定回复。虽然现在还没人知道，但是冥想对于一个魔法师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使用大范围破坏魔法的人来说。男主表示，要不是看你漂亮，我是不会告诉你的。闻言，阿一杰不禁流下冷汗，刚刚是谁说我不漂亮的？不过很快他又缓缓翘起嘴角，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最终得到满意结果的阿一杰跟男主告辞离开，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男主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因为这个决定很可能会改变未来。不过做都已经做了，也没什么好后悔的，希望他能摆脱悲惨命运吧。突然男主一怔，他自己明明也是一个魔法师，怎么从来没想过锻炼？10年的游戏生涯让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这里已经是现实，而自己也不需要通过打怪才能得到经验，只要练习同样可以。想到这的男主微微一笑，还真是多亏了阿一杰让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男孩只是在手里玩着根棒子，结果就差点被女孩偷袭干掉。原来这是学院举行的一场生存演练。就在刚刚，一群学生来到一处绿色空间，这里是斯特拉学院建立的亚空间，里面有着可以随意操纵的幻想，所以学院在此举办各种演练活动，副本怪物应有尽有。此时原文女主普雷因正在数着在场学生 A 和 2，每班50人 ，S 班41人，总共141人。这跟他脑海中的记忆有些不同，他明明记得小说中 S 班应该有39人才对，即使加上他也才40人，也就是说还多了一个。那么白流雪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难道也是穿的？可是小说中1年级总人数是1140人，加上他是1141人正好，也就是说白流雪的确存在。作为这个世界唯一知道原作的人，普雷因发誓一定要调查出真相。上课时间马上就到了，普雷因的目光被一个人吸引，那个被人众星捧月的黄毛是帝国的杰里米皇太子，他是一个炮灰男配，在原作中对阿一杰死缠烂打，最后惨遭抛弃。虽然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很阳光，但是一举一动皆是精心计算，是普雷因不想招惹的存在。而注意到有人看着自己，杰里米扬起灿烂的笑脸打招呼，见状普雷因尴尬回应，同时感慨这个家伙长得真帅，难怪身边有那么多走狗。不想惹麻烦的普雷因转身就走，他要为未来做好准备。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皇太子歪嘴一笑，普雷因嘛。随着老师的到来，所有人上前听从安排。老师简单的讲了一下此次模拟训练的目标，杀掉一个1级怪物给4分，杀掉一个2级怪物给8分，而只要能拿到一个积分棒可以获得20分，积分最多的前5名可以获得奖励，而0分的同学将会被扣学分。虽然同学们之间可以选择组队，但是得分将会平分。说完的老师瞬间消失不见，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晃动，同时无数的植物拔地而起，转眼间刚刚还是一片草原的地方就变成了危险的远古森林。场地已经准备完毕，同学们开始各自行动。而就在普雷因也准备离去之时，一道声音突然叫住了他。来人是发型跟他有些像的杰西，杰西想要拉普雷因一起组队，可普雷因却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组队虽然安全，但是很难得到高分。被拒绝的杰西虽然嘴上说着理解，但是他的话感觉听起来更像是嘲讽，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普雷因总有一种这个女孩在模仿自己的错觉。想到这的普雷因无奈地叹了口气，难道是因为青春期吗？经过了1个小时的战斗，普雷因只感觉浑身疲惫，也不知道这该死的演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结果刚发完牢骚，他的身前便长出了一只巨大的藤蔓植物。千钧一发之际，普雷因终究是用魔法挡下了这一击。随后在普雷因满脸冷汗的注视下，植物缓缓消失。原来是外界听到了普雷因的吐槽，给了一点小小的惩罚。斯特拉学院的副本果然不简单，虽然经过一番辛苦的战斗，普雷因已经获得了18分，但是只要有人捡到一个积分棒就能超过他，所以他也要抓紧时间努力，争取拿到一个好成绩。而也就在这时，他突然一愣，不远处有声音传来。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一个怪物，然而仔细一看居然是个人。瞬间普雷因紧张起来，不过很快他又安慰起自己不用担心，因为他一直用魔法隐藏着自己的气息，所以小心一点说不定能搞一波偷袭。想罢，普雷因悄悄靠近那道身影，躲到树后仔细观察，结果看清眼前之人，令他大吃一惊，白流雪。而更加令他意外的是，对方居然已经获得了一根积分棒，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找到了。不过这实在是太好了，只要能把他抢了，自己不就稳了。想到这的普雷因决定实验一下这个男人的长短。现在他与对方的距离只有仅仅15米，一般人根本就躲不开。而普雷因也是毫不客气的一发光弹就朝着目标打了过去，然而十拿九稳的一击却被男主一个闪现轻松闪过。见状普雷因大惊，怎么可能？他不甘地注视着对方，想不通这么短的距离对方是怎么躲开的2级魔法。另一边的男主满头冷汗的转身看去，一言不合就放光弹，他这是想杀人吗？虽然
然只要利用好地形他也不怕对方，但是本着不想惹麻烦的原则，男主决定先避一下。最终他凭借闪现直接将对方甩开。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前5名，因为第5名的奖励对他很有用，吸收后可以大幅提升体力和力量，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也不难，只要幸运的捡到3个积分棒就足够了。而也就在这时，一阵嘲讽声传入男主耳中，这不是白流血吗？闻言男主抬头一看，原来是杰里米的几个小跟班，而他们几人居然已经找到了3个积分棒，这还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前5名这不就稳了吗？男孩只是在对战中没有使用魔法，谁曾想竟引起了对面女孩的愤怒，只因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捉弄。就在刚刚，公主正一个人小心的行动，结果突然一阵嘈杂声传入耳中，随即他朝着声音传来方向一看，这不是白流雪和莱顿一行人吗？公主紧张地握紧手中法杖，即使是他也不能一次对付这么多人，那还不如等他们两败俱伤后再出来抢走他们的积分棒。时间回到几分钟前，男主被莱顿一行人拦下，而幸运的是他们手中居然有着3根积分棒，这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下一刻，男主直接瞬移到莱顿面前，然后挥棒朝着目标身上砸去，反应过来的莱顿及时用魔法抵挡，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令莱顿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魔法护盾居然破了。只有男主清楚，其实积分棒就是一个 bug 道具，为了避免被学生人为破坏，强度直逼魔法武器。虽然对于魔法师来说有点鸡肋，但是对于只能用物理攻击的男主来说简直就是神器。第一次攻击，男主就顺利地偷到了一个棒子，这毫无疑问地惹怒了对面几人，然后那又怎样？在男主的闪现面前，他们的魔法攻击只能吃土。对于拥有10年 PVP 经验的男主来说，利用地形对付几个魔法新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对面几人再一次准备释放魔法攻击男主，结果却被男主瞬移打断，下一秒他们就遭受了魔法反噬，而男主则又一次趁机拿到1根棒子。拥有3根棒子的男主已经稳居前5名，他兴奋地跟几人挥手告辞，我先走了，今天玩得很开心。说完，男主直接闪现消失，完全无视对面几人的无能狂怒。而公主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完了一场好戏，离开的男主兴奋地看着手中的战利品，果然打劫什么的最爽了。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停住脚步，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一种很微妙的气息。结果还没等他想完，男主便一脸冷汗地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巨大的火球从身后袭来，隔着老远便能感觉到那炽热的温度。突如其来的一幕令男主咬紧牙关，真是一个疯子。男主的声音被剧烈的爆炸声淹没，好在千钧一发之际，他通过闪现逃了出来，不然挨上刚刚那一下，估计连火化都省了。而能用出这种程度火系魔法的人，在男主的认知中只有一个。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缓缓从烟尘中浮现，来人赫然是碧妍公主。一出现，公主就质问男主为什么没有抢走那些人的最后一个积分棒。男主虽然好奇对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却还是先解释他误会了，自己不是不抢，而是抢不到。再说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这时气氛突然安静，而男主脑中灵光一闪，难道说你还想抢我的？想通的男主差点气死，亏我还好心给你讲课，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闻言，公主沉默片刻，然后高傲地回复，我可是王族，而王族不屑做出抢夺平民物品这种降低品格的事，所以他要正式打败男主，拿走积分棒。闻言，男主只想吐槽，去你妹的品格，说到底还不是欺负弱者。对此公主可不认同，能一个人戏弄一群人，怎么可能是弱者？而且一直到最后对方都没有使用魔法，所以他要全力以对。随着公主发动攻击，无数的火球朝着男主袭来，男主刚刚用闪现躲过一波，还没等缓口气，结果转眼就有更强的袭来。不得不说，公主的魔法精准度虽然有问题，但是直接洗地完全没问题。最终男主凭借灵敏的身手闪过无数攻击，万幸他最近锻炼了直觉，不然的话就真的危险了。而看着直到现在都不准备使用魔法的男主，公主皱起眉头，你还不拿出法杖吗？闻言，男主感觉有点冤，我的法杖不是让你拿走了吗？而公主当然记得这件事，但是新手入学时也会有个临时法杖。听到这话，男主才想起来，好像的确有那么回事，但早就被他忘在脑后。这时公主的脸色苍白下来，她在认真对待这次战斗，然而对方却一直都在捉弄她。想到这的公主很生气，你还是认真和我战斗吧，不然你真的会死。看着对面女孩杀气腾腾的样子，男主真是有苦说不出。不是，我只是用不了魔法而已，其实我一直都在拼命战斗啊。他一直是教授眼中的废物，只因他的魔法精准度实在太差。可一个普攻就有这种效果的魔法师，还要什么精准度？就在刚刚，感觉自己被小看的公主决定给男主一点颜色瞧瞧。只见他随手一挥，便是无数火球朝着男主冲去。虽然男主可以勉强凭借灵敏的身手上蹿下跳的躲过，但当魔法范围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算是男主会用闪现也跑不出攻击范围。眼看攻击即将来到身前，男主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猛地回头朝着身后看去，就是那里。下一刻，他连续使用闪现，终于在火墙来临之前躲到了一块巨石之后。然而虽然暂时躲过一劫，可男主却没有丝毫放松，下次可就没有这种好运了。而且对方周围被火焰包裹，根本难以接近。眼前的公主明显比他想象中的强太多，如果不是这种复杂地形的话，估计他连1分钟都撑不过去，恐怕根本来不及出手就已经葬身火海。但是即使面对这种绝境，男主也绝对不会乖乖屈服。终于他看见了那一道道魔法的运行轨迹，随后男主挥动手中的棒子将魔法一一击破。这一幕看得公主怀疑人生，用武器怎么可能将魔法打飞？她实在是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而随着男主战斗的时间越长，他越发感觉到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用身体战斗的感觉跟用鼠标键盘操纵游戏时完全不同。这一刻他清晰地感觉到了手指间流动的魔力，眼看自己的魔法落入下风，公主有些不敢置信。在这个遍地树木的环境中，不是应该对火属性更有利吗？不过公主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人，既然普通攻击不行，那就用更强大的魔法。眼见对方又要准备大招，男主感觉急了。别看他能将火球打飞，可实际上他的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这要是再换个更强的，谁能撑得住？他必须打破对方的魔法护盾。想做就做，抓住机会的男主直接闪现到了公主身前。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公主大惊失色，可她很快便反应过来，直接施展了一个半径2米的瞬发魔法。尽管男主十分佩服对方的反应速度，可是这个魔法他已经
经遇到了无数次。只见他先是朝后一跳离开魔法范围，然后落地之后立即闪现到对方身前，鱼棒子狠狠地将魔法护盾打破。公主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被近身的公主最终踉跄地跌倒在地。这时男主来到公主身边蹲下，笑着开口：“这场比试是我赢了。”闻言，公主不甘地咬紧牙关，最终也只问了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什么人？”男主缓缓起身：“还能是什么？当然是一个普通学生了。”说完，男主突然回头开口：“看够了吗？出来吧。”普雷因眼见自己已经暴露，普雷因大方地走了出来。不过他有一点不明白，明明他已经用魔法隐藏了气息，对方究竟是如何发现的？闻言，男主尴尬一笑，解释主要靠直觉。这个普雷因不用想就知道是敷衍。难道你用积分棒打破魔法罩也是靠直觉吗？这个男主解释不了，总不能直说这是小说中没出现过的游戏 bug 吧？于是他继续扯着一戳就破的谎言，指着手中的积分棒，表示因为这个很硬。可普雷因一点不给面子，训练教材再硬也不可能打破公主的魔法护盾。对此，男主无言以对。而最后，普雷因也问出了困扰他已久的问题：“白流雪，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公主刚刚也问过，所以他也紧张地听着。男主也没想到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考虑着要不要说出自己真实身份。可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普雷因对自己没什么好感，一旦这样做危险系数太高，所以最终男主就只能说：“虽然你可能不信，但我不会害你的。”普雷因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男主只是解释跟他以前说过的一样，只想帮助他。闻言，普雷因有些疑惑：“所以为什么你想帮我？”然而男主已经不想多说，再说下去万一露馅怎么办？于是他在两个女孩无语的注视下告辞离开。男主本想就这么帅气消失，可下一刻就被公主一把棒子甩在头上。男主还以为对方是有什么不满，可公主却根本没想过他居然会抓不住。这能怎么说？他的直觉也不是万能的呀。男主好奇对方为什么将东西扔给自己，而公主表示这是你的战利品。闻言，男主不禁流下冷汗，这该死的自尊心。可如果就这样全拿走的话，成绩就会太高，所以他只拿了一根，然后满脸灿烂笑容的表示我只要这一根，剩下的留给你。说完帅气的转身离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男主简直被自己刚刚的表现给帅到，这波逼装的完美。殊不知他的这种行为在两个女孩眼中简直就像是一个十足的笨蛋。女孩只是干掉了一只巨鸟就获得了比赛第1名，只因这只鸟正是本次考核的隐藏 BOSS。就在刚刚，特斯拉学院的2名天才马由新和海原良突然相遇，没有丝毫的迟疑，海原良挥动法杖便发起攻击，而面对袭来的攻击，马由新非常的淡定，一个3连跳轻松躲开魔法攻击范围。随后两人你来我往的开始释放各种魔法对轰，他们每个人都用出了至少3种以上属性攻击，而这代表的就是才能。就在两人战斗到关键时刻，突然一只巨鸟的出现打断了他们，而他就是这场考核的隐藏 BOSS， 一看就不是好相与的家伙。在地面两个天才震惊的目光中，巨鸟直直的朝着他们俯冲而下，然后扑通一下摔在地上一动不动，看得两人不明所以。而也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巨鸟身上传来：“你们是在打架吗？”原来是阿一杰一个人发现并解决了隐藏 BOSS， 他为打扰到两人战斗而抱歉。这一幕令在幕后观看学生们表现的众教授震惊，要知道没有足够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隐藏 BOSS， 而就算发现了想要打败他也很难，没想到居然有人一个人做到。以上3人的表现都非常完美，而另一边男主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他们从没想过居然有人可以如此完美的控制闪现，要知道这是无数学者数百年研究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好奇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人。这时李寒月老师开口解释，这个学生叫白流雪，他的特长就是闪现。闻言众教授陷入骚乱，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有擅长闪现的学生，更加令他们好奇的是，这个少年为什么一直在玩耍而不用其他魔法？而这个问题很快便有人给出了答案。他一直都在认真战斗，别看来人好像是一个小正太，但他正是这所顶级魔法学院的校长，整个大陆只有10名的大贤者之一，9级魔法师艾特曼·艾特温。校长解释男主的战斗方式就像是消失已久的骑士道，所谓的骑士道是在这个魔法世界仍然坚持用剑与邪恶战斗的一种精神，而这种战斗方式早已被时代抛弃，毕竟有威力更强的魔法谁还选择用剑？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男主拥有特殊的体质，身体根本就积攒不了魔力。新生第一次实战演练结束了，本次考核中成功斩杀隐藏 BOSS 的阿一杰不出意外的获得了第1名，而被阿一杰打断战斗的两人，其中海原良是第2名，马由新是第6名。虽然名次比马由新高，可海原良却并没有任何获胜的喜悦，因为如果当时不是阿一杰的突然出现，那么输的一方恐怕会是他。从第一次见面开始，马由新就是一副对什么都不在意的模样，可是偏偏无论做什么对方都能取得好成绩，哪怕是在这次考核中，他设置了无数魔法陷阱，但都被对方轻松解决，所以海原良非常的不甘，难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真的如此之大？当然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他需要更加努力才行。与此同时，碧妍公主来到训练场，而她一来就注意到了正在训练的海原良，总感觉平时那个冷静的家伙今天特别的拼命，不过他也没资格评论人家。虽然他的这次考核拿到了第3名，但他感觉这一切都是男主施舍来的。区区平民居然如此狂妄，傲娇公主感觉心中不爽，此时她的怒火就像是发出的火球，熊熊燃烧。一旁的海原良满脸冷汗的看着正在发泄的公主，她这是怎么了？难道也遇到了什么事？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公主的魔法精准度好像提高了不少。他知道公主因为魔力太强，所以一直无法做到精细操控，按理说绝对不可能短时间如此快速提升才对，到底发生了什么？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男主跟公主玩了3个小时脑筋急转弯的功劳。尽管公主很不想承认，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方法的确有效。虽然他只是一个性格恶劣的平民，但也是唯一一个帮他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想起对方公主就感觉一阵胸闷。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声音传来，打断了公主的思绪。原来是叶特琳前来报告特里芬的改造已经完成了，顺便询问是不是直接给男主送过去。闻言，公主表示赞同。然而就在叶特琳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却突然被公主拍着肩膀按下。看着身后脸色有些羞红的女孩，叶特琳有些好奇：公主殿下，您怎么了？
女孩明明是高高在上的亡国公主，却偏偏对一个平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甚至抢过侍女的工作，亲自给对方送东西。就在刚刚，公主一个人来到了学院的第二本塔，这里是教授们研究的地方，而她之所以到此，是因为听说男主在这。不过很快她便后悔起来，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太主动了。想到这的她本来打算直接回去，结果突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公主殿下，好久不见。”来人赫然是公主曾经的魔法老师哈梅里教授。看着眼前已经长得亭亭玉立的公主，教授只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同时他告诉公主，现在里面的教授们因为男主一个个的都忙得不可开交。公主好奇发生了什么，结果就听教授反问：“你跟他对练过，应该知道他没用过魔法吧？”闻言，公主瞬间失落起来，因为她在自己最尊敬的老师面前出丑了。看着眼前情绪突然沮丧起来的女孩，熟悉对方的教授一下子就猜到了原因，于是他出声安慰公主：“你不用放在心上，他也是在拼了命的战斗，而他之所以没用魔法，那是因为信念。”随即教授告诉公主，校长看过那场战斗，说那孩子想要复活消失已久的骑士道。闻言，公主瞬间大惊：“骑士道？这不可能！”然而话还没说完，她便当场怔住，因为她想起来之前男主在跟她战斗的时候，一直都把积分棒当作剑使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此时他手里的这把魔法剑，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可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身处魔法学院却不用魔法，考核时肯定会被扣学分的吧？此时教授叹息一声，那个孩子明知道这一点，还是选择了这一条路，很了不起，不是吗？教授告辞离开后，公主一个人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个崇尚魔法的时代，所谓的骑士道早已被人们抛弃，真的还有人追求这种精神吗？而在那场比试中，因为对方没有使用魔法，她感觉自己被戏弄而一直很生气，自己是不是真的误会他了？就在公主失神的时候，男主吃着草根来到她的身旁，当然这不是普通的草根，而是第5名的奖励。突然出现的男主吓了公主一跳，他傲娇的大声喊着：“我可不是特意来等你的，你不要误会啊，妥妥的此地无银300两。”闻言，男主表示：“我说什么了吗？我啥也没说呀。”而公主则投来了死亡凝视。不过男主脸皮太厚，最终公主败下阵来，他直接将手中盒子递给男主：“这个是你的。”男主接过打开一看，原来是改造后的特里芬，真是好漂亮的一把短剑，多亏公主帮忙，不然把它卖了都买不起。此时的男主一脸的开心，他问公主自己能带走盒子吗？公主无奈的表示随便。得到肯定回复的穷逼男主瞬间兴奋起来呀，好爷，卖了可以换不少钱。而此时的公主沉默半晌之后，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真的不用其他魔法吗？”闻言，男主惊讶的看向公主，只看得对方面红耳赤。最终公主没等男主回答，便转身离开。算了，我走了。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男主一脸疑惑，想到刚刚李寒月老师说过类似的话，更是感到一阵无语。不过算了，只要有了手里这把剑，下个剧情就可以安心了。而现在就先让他试一下这把剑是否趁手吧。当男主将魔力注入短剑之中后，瞬间一把帅气的光剑出现在男主手中。男主眼冒星光的看着手中的武器，实在是没想到这次改造的效果竟如此之棒。也不知道这把武器在原女主普雷因的手中会焕发出怎样的光彩。普雷因是个特别的存在，她可以使用各个种族的魔法。虽然这根魔杖会吸收主人的魔力，但是普雷因可以时时刻刻的吸收自然能量补充。而男主则不同，他虽然也在不停的吸收魔力，但是身体一点也存不下，正好都给了特里芬。接下来他要认真开始刷剑的熟练度。男孩只是进行了一场简单的比试，谁曾想竟深深地吸引了一个黄毛的目光。就在刚刚，学院开始魔法实习，由魔法防御学教授贝瑞恩老师指导防御魔法。现场学生的表现都不错，教授对这一期学生很满意。除了在一旁一动不动的男主，明明是平民出身，却在上一次实战中得到第5名，这让教授很不喜欢。不过他还是一脸笑容的上前询问男主为什么不进行练习。闻言，男主一脸尴尬，随口表示自己已经掌握了其他防御，不需要再学习基础魔法。对此教授当然是一点不信，只感觉对方太过狂妄。既然这样，你能给其他同学做个示范吗？说着也不等男主同意，他便为其选了一个对手，然后才一脸虚伪的笑着询问男主怎么样。男主无奈只好同意，两人走上擂台准备。接下来教授宣布规则，本次对练是以一方进攻一方防御的方式进行。首先由 B 班的莫罗索进行攻击，随着教授宣布开始，莫罗索毫不犹豫地释放出2级吐息魔法。这一幕令台下观众一惊，因为基础魔法练习，大家一般默认使用1级魔法，可莫罗索却根本不管这些，他要给男主一点教训。面对迎面而来的魔法攻击，男主一点也不为之所动，只见他缓缓举起手中的特里芬，轻轻一挥，对方的魔法便当场碎成粉末消失。意料之外的一幕直接震惊了众人，尤其是莫罗索更是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可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男主用剑斩断了魔法。所有的魔法都有纹路，只要能正确的斩断纹路就可以消灭魔法。理论虽然是这样，但是想要成功却根本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此时的男主欣慰地举起手中的特里芬，感觉意外的顺手。如果对方只是这种程度，那么自己也未尝不可一战。引以为傲的魔法被斩断，让莫罗索恼羞成怒，区区一个平民居然敢给自己难堪。而此时教授的脸色同样不太好，因为莫罗索是斯卡文帝国的人，如果对方输了会影响他在帝国那边的形象，所以他适时出声：白流雪，我承认你的防御很不错，但是有很大缺陷。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对方可以同时发动很多攻击，你该怎么办？面对这明晃晃的提示，刚刚还有点紧张的莫罗索缓缓咧开嘴角，而男主则恼怒地注视着台下的教授。果然不愧是原作中恶名昭彰的家伙，这一次莫罗索直接发动范围魔法，凭空召唤出一堆石块。台下的同学们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感觉这做的是不是有些太过？还有为什么教授还不阻止？可莫罗索才不管其他人怎么想，他毫不迟疑地再次发动攻击。面对一众飞来的石块，男主十分冷静地分析，石头数目太多，不能用闪现躲避，一个个的切下来又来不及，那么能用的方法就只有一个。
一个。只见男主快速旋转手中的剑，将其舞得密不透风，最终石块被一一挡下。这一幕令莫罗索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实在是没想到他的高级魔法居然会被如此轻松的挡下。同时台下教授的脸色变得非常难堪，如果对方输了，他会很麻烦的。男主同样惊讶地看着手中的格里芬，他只是想试试游戏里的招数，没想到一试就成功了。不过这一招需要耗费大量体力，而且防御有限，在战场上一点也不实用。万幸这仅仅只是一场简单的对练。听着台下同学们传来的悉悉索索的议论声，莫罗索气得咬牙切齿，无论如何他一定要让这个害自己丢脸的家伙付出代价。教授奸笑着看着台上一幕，没错，就这样继续攻击吧，完全没注意到身后学生们看他的眼神已经变了。然而就在莫罗索即将再次发动攻击之际，一道声音突然响起：“老师，刚才莫罗索不是已经攻击过了吗？”教授一脸冷汗地看向出声者，此时站出来的居然是斯卡文帝国的杰米里皇太子。杰米里笑得一脸和善，但问出的话却一点不留情面，所以为什么还不把攻击权交给白流雪呢？闻言教授一惊，他心虚地试图解释，然而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朝着身后一看，结果就见身后的学生们一个个的都在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这一刻他的心脏紧张的砰砰直跳，没想到自己居然忘了看学生们的反应，直到周围再次传来催促的声音，一脸苍白的教授终于宣布台上两人攻防互换。而仅仅一瞬间，台上胜负便已分晓，最终教授不情愿地宣布男主获胜。男主的表现引起了同学们的惊叹，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厉害，尤其是帝国的皇太子殿下更是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赛结束，莫罗索为自己的失败买单，听着耳边传来的惨叫，贝拉杰恩早已习以为常。友好交流完的皇太子拜托贝拉杰恩照顾一下自己的朋友，看着皇太子离开的背影，贝拉杰恩是一脸的无语，不是忠臣而是朋友吗？真惨啊！在实力决定皇权的斯卡文帝国，对于12岁就打败了所有兄妹的杰米里皇太子来说，不是他的忠臣就意味着对方的家族已经被他抛弃，他们将再也无缘正解。而且不仅仅是莫罗索，就算是被他盯上的白流雪，恐怕也不会落得一个好下场吧。男孩明明做出了效果更好的炼金药剂，谁曾想竟引起了教授的不满，只因这根本不是他教的东西。就在刚刚，报名炼金课的学生们来到教室准备上课，此时的他们一个个的都在讨论着男主在魔法防御课上的出色表现，这让普雷因莫名感觉有些不爽，怎么走到哪都能听到这个让人讨厌的名字。就在这时，炼金术教授梅珍蒂莲出现并让大家安静，接下来他开始给学生们讲述炼金术的基础，然后便让大家按他教的开始自己动手炼制一管疲劳恢复药。此时的普雷因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每一步操作，生怕任何一个步骤出错导致失败。炼金术是一门非常麻烦的课程，普雷因本想避开，可看过原作小说的他知道不久后这个教授就会黑化成为一个 boss， 所以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不得不选择这门课，好便于观察教授黑化程度。同时普雷因很好奇男主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课，一开始他还以为对方是为了靠近阿姨姐，不过看他的表现，这就是个单纯的变态吧。终于完成任务的普雷因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还好过程比较简单没出问题。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同样选择这门课的阿姨姐，于是转头看去，结果发现对方竟然正在按部就班的埋头苦干。这一幕令普雷因震惊的瞪大双眼，怎么可能？明明原作中阿姨姐得到了一本神秘的魔功学笔记，所以他在这一堂课中做出了更加高级的药水才对。此时的普雷因陷入了沉思，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而也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声音传入他的耳中：“白流雪，谁让你随便换材料的？”紧接着普雷因循声望去，只见教授在男主身边质问他为什么不按自己教的做。这熟悉的一幕令普雷因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难道说本来应该是由阿姨杰做出来的药水，变成是由白流雪做出来了吗？面对教授的质疑，男主解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更好。然而男主的态度让教授感到有些狂妄，他十分不屑的出声：“所以说平民就是不行啊！”闻言普雷因脑中一道灵光闪过，原作中这应该是教授斥责阿姨杰，所以你的家族才会被灭门。就是这句刻薄的话语，深深的伤到了阿姨杰，直到故事结局都还一直折磨着他。此时的普雷因怀疑男主是不是跟自己一样知道剧情，所以他选择替阿伊杰承受这一切。可是梅珍教授在学院很有影响力，一旦得罪了他，就连其他课程成绩都有可能影响。究竟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面对不知悔改的男主，教授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而男主则是一副无所屌味的样子。直到此时他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段剧情。不过既然已经被老师讨厌了，那就不用管了，反正不过是一个反派而已。一转眼几周时间过去，男主依旧我行我素，跟教授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僵了。看着对面这个油盐不进的家伙，教授被气得浑身发抖，他的黑化值大幅提升。当然这一切都在男主的计划之中，因为梅珍教授最终会被黑暗吞噬，成为一个黑魔人，而只有侵蚀度超过 50% 的时候才能被魔法检测出来。所以最近男主一直在挑战对方的底线，好刺激他快点黑化。当然这并非男主见死不救，虽然普通的黑魔侵蚀还有救，可梅珍教授是主动签下黑魔契约，黑暗的种子已经发芽，早已无力回天。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梅珍教授甚至可以将其他学生变成黑魔人，到时候就真的大事不妙了。眼见男主这副态度，教授也不客气，直截了当的表示这门课你别想及格。对此男主早有预料，不过他感觉这是好事，毕竟有着自己吸引火力，其他人就可以避免受伤。然而这次男主真的失策了，实在没想到实习考试居然是以小组进行。此时被分到男主一组，包括阿伊杰在内的3人只感觉前途一片灰暗。一名男同学不禁掩面痛哭，我们小组完了呀。梅珍教授对讨厌的学生从来就不会给高分。男主无奈的跟几人道歉，都是因为我，对不起。然而此时阿伊杰却站了出来，难道你们甘愿就此放弃吗？原来测试时除了教授之外，炼金术协会至少会派3名炼金术士现场观察，也就是说只要成绩足够优秀，就算是教授也不能无故毁掉他们的成绩。
闻言，另外两人终于放下心来，同时男主开心的夸奖阿一杰干得好，而阿一杰则傲娇的冷哼一声。接下来几人便开始着手为本次考题准备材料。转眼间来到晚上，教授叫来了一名学生，他让这名学生去通知其他同学改变考题，但是这个其他不包括男主所在的那一组。随即学生领命而去，教授嘴角勾起邪笑，白流雪，我要让你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另一边普雷因正在 S 班专门的训练场训练，就在这时，一个同学将新的通知交给他，同时叮嘱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普雷因无奈的叹了口气，还说什么其他学生，不就是在针对白流雪吗？就在这时，普雷因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对方也知道原作的话，应该就会提前做好准备吧。想到这的普雷因一把攥紧手中的纸条，正好趁此机会试探一下那个家伙。男孩第一次参加炼金考试，却被教授告知考题临时更改，也就是说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炼金材料已经无用。对此阿一杰当场提出质疑，可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被蒙在鼓里的只有他们一组。对此男主很是无语，好，这么玩是吧？不过话说回来，原作有这个剧情吗？此时普雷因回头看向男主，发现自己的小动作被对方看到，又猛地转过头去，看得男主一脸懵。殊不知此时的普雷因陷入了迷茫，为什么对方没有准备？他不是应该知道原作剧情吗？此时的教授嘴角缓缓勾起一抹邪笑，既然你们带错了材料，那就没有办法了。说着教授正要直接宣布他们这一组不及格，结果却被男主打断。男主表示他们的材料没问题，他可以做出效果超出教授配方的炼金药剂。此时的他一脸的自信，风轻云淡的表示就像以前一样。闻言，台上3个负责监督的炼金术师开始窃窃私语，而教授则不屑一笑，两个考核的材料完全不同，怎么可能做出同样效果的东西？不过这样也好，就让他们在炼金术师面前丢人，好彻底断绝他们的炼金之路。想到这的教授同意给他们1个小时的时间，虽然男主争取到了时间，可其他组员却根本不觉得这可以改变什么。殊不知男主这个老六有病，玩游戏时居然记下了游戏中所有的炼金配方，咋地？早就猜到自己会穿越了呀。而根据游戏中的配方，利用现有材料足以完成考核题目。接下来男主详细进行了解释，并给每个同学分配了任务，然后一瓶改良后的药水呈现在了教授面前。尽管教授觉得有些不可置信，可炼金协会的人却不管他怎么想，其中一个人直接上手检验，而结果完全出乎他的预料。虽然这个药剂的配方还不完美，但是效果明显已经超过了梅珍教授的药水。听到炼金术师评价的几人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几个炼金术师都在欣赏着杰作，而教授则在一旁气得浑身发抖。即使到了现在，他仍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一把抢过药水亲自确认。可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堪称完美的作品。不过就算做出来了又怎么样？最终决定权还不是在自己手上。想到这的教授决定用他们没带材料为借口，判定他们失去资格。检查完毕，看来12组。然而话还没说完，便被一道声音打断。看来12组只给 AA 加好像不够啊。只见其中一个炼金术师一脸笑容地问教授对不对？都是老油条，他们当然一眼就看出梅珍教授的想法。梅珍教授咬牙切齿地看着身后几人，这群多管闲事的老东西。最终教授也不能一手遮天，他不甘地宣布几人合格。看着几人兴高采烈地离去，教授不禁握紧拳头。此时的他一脸的阴沉，等着瞧吧。白流雪。炼金考核顺利结束，累了一天的普雷因伸了伸老腰。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入他的耳中，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居然是2个学生在安慰一个哭泣的女孩，而那个委屈的女孩正是火焰系的天才魔法师阿尔施昂。原来刚刚火系魔法班的学生也在进行测试，可一向第一的阿尔同学这一次却被控制力突飞猛进的公主超越。听到这个消息的普雷因一惊，明明原作中公主应该是2年级才开始成长才对，为什么会提前这么多？难道说这也是那个人做的吗？仔细想想，就连刚刚的炼金考试也有些奇怪，那瓶药水不是应该由阿一杰做出来的吗？明明连原作都没提及的配方，也不知道白流雪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想到这的普雷因突然震惊的瞪大双眼，虽然他知道未来的知识，但是却不知道原作的剧情。难道说他根本不是穿越者，而是重生者吗？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原作中的马由心曾经得到过重生的机会，而作为代价便是将会失去大部分的记忆。刚想到这的普雷因被一道声音打断，发生了什么事吗？来人赫然是这一届的超级天才之一海原良。见到熟人，普雷因高兴的上前打招呼，并询问对方对白流雪的看法。海原良回答只感觉他是一个特别的学生，没啥其他感觉。闻言普雷因无奈无脸，说的也是。而也就在这时，海原良问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你好像很在意白流雪啊？应该是吧。对方的回答令他的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原来自己喜欢的女孩有了喜欢的人。殊不知普雷因之所以在乎男主，完全是因为他是跟自己一样知晓未来的人。而普雷因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海原良彻底破防。不行，既然话都说到这了，我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白流雪才行。难道这是要去告白？男孩只是说了一句自己只想活下去，结果女孩就捂着嘴哭着跑开了。偏偏这一幕还被女孩的爱慕者看个正着。就在刚刚，普雷因与海原良告别，接下来他要去将心里话告诉另外一个男孩。看着女孩离开的背影，海原良笑着挥手，然后等人走远，原地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身影。与此同时，男主正在咖啡厅喝茶，他在思考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教授的黑化程度已经达到 37%， 也就是说他在未来3个月内会完成彻底黑化并影响某个学生，其中最有可能被影响的有3个。一个是普雷因的朋友杰西，他喜欢着海原良，同时极度吸引了海原良目光的普雷因。另一个是天才火系魔法师阿尔施昂，当公主的魔法控制力突飞猛进之后，他的天才之名完全被遮挡。最后一个就是满月塔的继承人海原良，他喜欢的女孩却喜欢着别人。而在这3个人之中，海原良被黑魔化是最坏的结局，因为他的天赋实在太高，游戏中能稳压他一头的唯有马由心。男主正想着这些走到外面，结果就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普雷因。不等男主惊讶，
普雷因突然开口：“你是谁？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让男主有些不好开口，感觉这个游戏女主真是难缠。不过如果趁现在说出事情真相，然后拉拢到对方的话，好像也不亏。想做就做，男主正要坦白一切，然而就在这时，在只有他能看到的视角，无数红色警告框出现，警告不可以将情报泄露给对方。看着满屏红框，男主感觉自己要疯，他无奈地捂上额头，然后说道：“既然这样，每个人说一半的秘密如何？”闻言，普雷因也不强求，直接同意。然后他的第一个问题就直指要害：“你知道未来吧？”对此，男主只能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一样。接下来他的问题是对方上学的目的。普雷因毫不犹豫地表示要阻止这个世界的毁灭。虽然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但好歹让男主放下心来。然后普雷因问男主为什么这么做，对此男主很疑惑：“我做什么了？”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随便找了个理由敷衍：“我只是觉得这么做最好而已。”男主本以为这个回答可以蒙混过关，然而此时的普雷因只感觉气得浑身发抖。下一秒他便大声呵斥：“不要再骗我了！怎么可能有人那么善良？”他一脸严肃地看着男主：“你一定有什么目的。”闻言，男主感觉有些头疼。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硬要说的话，我只想活下去而已。就是这一句话，让普雷因直接愣在原地。见状，男主还以为总算是糊弄过去了，谁曾想下一刻普雷因竟直接出声告辞，然后捂着嘴哭着就跑开了。这一幕直接看傻了男主。卧槽，发生了什么？我还没问呢。然而就在这时，男主突然感觉身后传来一股杀意，回头一看，只见海原良脸色难看地朝着他走了过来。此时的他一脸阴沉，质问男主为什么普雷因会哭着跑回去。被这个世界未来最强者的对手这么看着，男主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漏了半拍。他突然想起游戏中好像有个海原良单恋普雷因的设定来着，为了避免以后麻烦，这件事一定要解释清楚才行。于是男主干笑着开口：“我跟普雷因之间绝对没有你想的那种关系，放心吧。”闻言，海原良陷入了沉默，他在想该不该相信这个家伙。最终他选择了为之前的不礼貌道歉。当然男主连连摆手表示没关系。接下来两人告辞，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男主总感觉有些不真实，自己怎么记得海原良不是这种角色呀？明明他应该以冷漠著称才对。画面一转来到晚上，阿一杰一个人在宿舍刚刚合上书本，一想到今天的考试，他就没办法集中精力，因为男主的表现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考试完成后，他曾问过男主，那个炼金药剂的配方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结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一刻的阿一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在这之前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个天才，觉得自己只要努力下去就可以打败那个女人，可这次他又在做什么？根本没有起到一点作用。这样下去又谈何为自己的父亲复仇？像那个把他的父亲变成叛徒然后逼死的女人阿多利维特。想到这的阿一杰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颊，他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从现在开始他要更加努力。女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只因她满脑子都是一个男孩的身影。想着白流雪说过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普雷因就认定了他是重生者的身份。原作的最后，拥有时间全能的阴岁11月曾对马由星说过，你可以回到过去，代价则是失去大部分的记忆，并且当你完成使命之后就会消失，没有任何人记得你拯救了世界，就连你最爱的人也是如此。随后他问马由星，即使是这样，还要逆转时间吗？当时的马由星没有丝毫的犹豫，如果这就是他的命运，他选择接受。然而最后时刻，阿一杰出现并阻止了马由星，他不能接受没有对方的世界，如果要选的话，他宁愿带着他的回忆死去。最终在阿一杰的劝说下，马由星改变了主意，然后世界以灭亡结束。也不知道他这样算不算是为父报仇，毕竟拉上了一整个世界的人陪葬。现在这个世界跟普雷因熟知的原作有些不同，那就是多了白流雪这个变数。而如果白流雪真的是靠阴岁11月的力量重生的话，那就意味着当他完成使命之后，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在的他应该是忘记了大部分记忆，只剩下心中的使命感。他说只想活下去。想到这的普雷因不禁握紧拳头，那么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普雷因的思绪。只见杰西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大声说着海原良来找你了。杰西告诉普雷因对方在楼外面等他，可此时的普雷因对他没有丝毫兴趣。然后他表示自己要睡觉，让杰西就说自己不在。此时的海原良正一个人期待地等着普雷因，可跑出来的却是一个他根本就不认识的女孩。海原良问他是谁，还有普雷因怎么没出来，结果就听对方解释普雷因生病了，正在休息。闻言，海原良还以为普雷因是因为被男主甩了所以心情低落，然后转身告辞离开。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杰西只感觉他是如此的遥远。明明自己是这么的喜欢他，可他却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他可以拥有一切？不仅有卓越的天赋，还有周围人的关心，就连海原良的心里也只有他一个人。想到这些的杰西不甘地握紧拳头，真是烦死了。画面一转来到学院第一本塔，因为考核的丢人表现，梅珍教授正在接受训斥，而这个男人就是斯特拉学院的教导主任亚基海顿。除了训斥之外，他真正关心的是对方的随机交叉术士研究是否顺利。对此教授连连保证没有问题。最后主任拍着教授的肩膀，那就交给你了，然后让他退下。直到对方离开自己办公室，主任挂起一脸不屑的表情，真是个蠢货，被名誉遮蔽了双眼，就连自己被利用的都不知道。身为对抗黑魔人的战士，却为黑魔人研究，实在是可笑。等他的研究完成的那天，就是他上路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梅珍教授的助教正抱着厚厚的文件穿梭在人群中。就在这时，突然一双手伸了过来，并帮他分担了一半的负担。来人赫然正是男主，而这当然不是巧合，他只是想找点梅珍教授的情报而已。就这样，借着帮忙的名义，男主成功的混进了教授的研究室。助教小姐姐还很感谢他的热心帮忙。男主嘴上说着不客气，然后借机四处观望，看着房间中乱糟糟的样子，他不禁流下冷汗。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只见一个小黑板上写满了研究公式。注意到男主的目光，助教笑着解释，那是教授正在研究的随机交叉术士。闻言，男主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这个竟然就是那个有名的随机交叉术士。
术士，这是炼金魔功学最接近本源的公式，由梅珍教授和黑魔人一起完成，导致黑魔人的炼金水平火箭式提升，带来了极其可怕的后果。最终还是艾特丽莎助教用自己的研究改变了情况。如果他能够比教授更先一步解开这个术式的话，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些？想到这的男主出声喊出助教名字，助教则高兴地问他要不要喝杯咖啡。男主表示不用，然后问对方一直被教授欺负，难道就不生气吗？闻言助教满头冷汗，怎么突然这么说？谁曾想男主竟认真地表示，如果有个可以报复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只因考试时教授故意给男孩穿小鞋，男孩便决定策反他的助教小姐姐。就在刚刚，男主询问艾特丽莎想不想报复一下一直欺负他的梅珍教授，这种事哪怕是心里想当然也不能直接说了，所以艾特丽莎连连否认。闻言男主也不意外，然后他换了一个问题，那么你觉得成为一个比教授更加优秀的炼金术士怎么样？优秀到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你。话音刚落，艾特丽莎的眼里仿佛第一次有了光，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看着眼前的女孩，男主知道他的内心早已疲惫不堪，因为艾特丽莎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炼金术士，可现在他每天都在替梅珍教授处理着烂摊子。熟知未来的男主知道他有实现自己梦想的能力，毕竟未来的他可是这个时代最璀璨的炼金天才。虽然暂时的他被现实磨平了棱角，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华。自那天以后，男主有事没事的就会去见艾特丽莎，当然不是为了看美女，主要是为了可以时不时的引导一下对方。就这样，艾特丽莎发明的炼金物品肉眼可见的增加，但是仅靠这些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引导他比梅珍教授更先一步解开那个公式。男主正一个人魂不守舍的走在走廊上，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做，然后被一道突然传来的声音打断：“大叔，你在发什么呆呀？”来人赫然是游戏女主普雷因，她好心提醒男主走路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犯蠢，而男主只抓住了一个重点：“你说谁是大叔啊？”对此普雷因一脸的理直气壮：“当然是你啊，不然难道还能是我吗？”对方这张嘴还真是气人，不过说到底他对自己的态度明显好多了，这还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突然男主想到了一件事，于是询问普雷因是不是有个叫杰西的朋友。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普雷因感觉就像是吃到了一坨大便，他脸色难看的转头控诉男主这是在犯罪，你在侮辱谁呢？懵逼的男主一脸懵逼，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突然变脸，可他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他让普雷因好好关照一下杰西，到时候如果他真的被黑魔侵蚀的话，也好提前应对。闻言普雷因双手抱胸无奈叹道：“我们周末约好一起打猎，到时候我会看好他的。”男主对此表示感谢，虽然对方没说地点，但是男主知道他们要去哪，那就是第4幕剧情开始的米尔特斯公墓。到时候马尤辛、阿伊杰以及普雷因等重要人物都会参与，而那里会突然冒出一个5级死灵法师，他们之间会爆发出激烈的战斗。虽然男主不想插手剧情发展，但又想弄点隐藏奖励，于是他申请了一张外出证。对此老师很痛快的便同意了申请，他还以为男主要出去修炼骑士道，殊不知男主对所谓的骑士道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在这时，男主突然一怔，他在老师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份马尤辛的外出申请，为了以防万一，他要确定一下，然后他开口询问老师，最近好像有不少人外出打猎，老师则解释他们都是为了学分而去米尔特斯公墓做社团活动。男主顺口接道，没想到马尤辛和海原良分数那么高还那么努力，结果就听老师说道，马尤辛是回本家，而海原良则会和普雷因一起狩猎。闻言男主瞬间大惊，这时候马尤辛为什么会突然回家？如果没有他在场，就凭另外几人根本无法打败5级死灵法师吧，这可如何是好？没有证据他又不能向老师寻求帮助，但是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送死，男主也做不到，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男主只能决定亲自出手了。几天之后的米尔特斯公墓，一个红毛小哥一拳就将一只生活在陆地上的怪鱼轰死，对此小哥很是兴奋，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然而他的行为却引来了同伴的呵斥，因为他违背了部长的命令。对此小哥果断认错，笑哈哈的开始道歉，直气的同伴火冒三丈，最终还是一个女生无奈的出来打圆场，算了别说了，反正一点用也没有。然后转头笑着看向阿一杰，让他不用管那2个二货。当然这番话一字不漏的传入另外2人耳中。阿一杰一脸冷汗的看着打打闹闹的几个2年级队友，他本来只是听说特殊外出社团有个空位，所以便报名跟了过来，不过现在看他们的样子，感觉这支队伍还不错。突然阿一杰被一道声音唤回神，部长招呼他继续行动。然而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猛然从不远处传来，几人被吓一跳，纷纷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他们好奇发生了什么，于是商议过后便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很快阿一杰便惊讶的瞪大双眼，只见前面不远处正有2人对峙，而他们正是学院新生中的风云人物碧岩公主和普雷因，那么他们之间又将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荒郊野外遇到一个正在往外爬的骷髅该怎么办？当然是选择将他按回去啊！如果这还不够，那就为自己做一个脊椎法杖试试。就在刚刚，公主与普雷因一伙人产生矛盾，而原因竟是关于一条鱼的归属问题。虽然鱼是公主杀死的，但这里的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而她正好死在普雷因一伙人的地盘上。偏偏弗雷迪鱼又是一种稀少的3级怪，可以加很多学分，所以为了提高成绩，他们吵了起来。对此阿一杰一点也不想卷入其中，尤其是他不想跟杀父仇人的妹妹说话。阿一杰本想就此离开，然而他的队长却笑着上前打圆场。当然迎接他的是2个怒火中烧的女孩齐声喝骂：“闭嘴，滚一边去！”闻言队长当场石化：“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前辈？”可公主却表示前辈就该有前辈的样子才行。就在这时，2个女孩突然一怔，一股不祥的魔力传来，随后只见几人不远处，一只骨爪扒开地面伸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只颤颤巍巍起身的骷髅。众人全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男主正在一个人刷怪，其他人需要动手抢的魔物在他这里倒下了一片。估摸着亡灵之灾的时间差不多了，男主开始四处张望，很快他便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是一座巨大的墓碑。毕竟他没有马由星一招灭一个军团的可怕技能，也没有那种压倒性的实力，想要活
活下去的他只能通过玩家的思维另辟蹊径。而随着死灵法师袭击序幕的开启，那个巨大的墓碑后面爬出了一个骷髅将军，这是这一剧情中仅有的3个准 buff 之一，是男主当前绝对惹不起的存在。然而他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只见他上去就按在了骷髅将军的脑袋之上，准备用力将他按回去。这一幕让骷髅将军都傻了。此时的男主一脸阴险地看着对方，不趁现在动手，难道还要傻乎乎地看着他爬出来吗？最终男主失败了，他没有将其按回去，但是他又成功了，脊椎法杖完成。男主心满意足地看着手中造型清奇的法杖，现在骷髅将军的指挥权成他的了。做完这一切的男主朝着一个方向看去，那么现在是时候去关心一下同学们了。画面一转回到普雷因这边，刚刚还剑拔弩张的学生们正被朝里面朝外的围成一个圈防御。此时的普雷因有些自责，他大意了，居然忘了这么重要的剧情。但是不对啊，明明他记得这一幕是跟随阿一杰而来的马由星解决这些怪物才对，可现在阿一杰为什么跟2年级的家伙在一起？马由星呢？想到这的普雷因不禁握紧手中的法杖，难道接下来就只能靠这些人面对5级死灵法师吗？看出普雷因的不安，海原良出声安慰，我已经向学院发出了求救信号，只要支撑到救援到来就好了。与此同时，2年级的前辈也开始给这群1年级新生打气，教授们肯定会来救我们的，就算打不过死灵法师，我们也一定逃得掉。然而公主却对此感觉不容乐观，他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里是公墓，尸体什么的要多少有多少，时间越长对他们越不利，他们必须尽快赶回营地。而也就在这时，杰西发出一声尖叫，不要过来啊！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一只骷髅朝着他撕咬过来，千钧一发之际，一束冰矛射到骷髅身上，救了杰西一命。原来是阿一杰及时出手，不得不说阿一杰的战斗意识非常不错，当初的男主也是这样被他救了一命，而他的表现也赢得了前辈的认可。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因为那个死灵法师应该是有备而来，毕竟一般的死灵法师魔力有限，顶多也就能召唤10几个3、4级骷髅罢了，而现在有这么多的骷髅向他们聚集而来，只能说明死灵法师蓄谋已久，或许对方是想杀了他们，以获得一些高质量的法师骷髅。眼见队伍里的学妹都秀了一把操作，2年级的部长也想在后辈们面前表现一番，于是他一声不吭地开始准备魔法。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只骷髅突然从他的脚底爬出，并握住了他的腿。突如其来的意外吓了部长一跳，虽然这只骷髅被红毛小哥及时解决，但部长的身形却摇晃起来。红毛小哥回头一看，卧槽，他在准备魔法吗？反应过来的他大声提醒众人，是雷球，大家快低头。闻言众人全都难以置信地回头看去。公主意识到事情严重性，不行，一旦这东西炸开，我们都会陷入危险的。然而还不等大家做出反应，下一刻耀眼的雷光便爆发出来，也不知他们能否安然度过这一危机。他来了，他来了，他踩着英雄救美的时机走来了。就在刚刚，普雷因经过了艰苦的战斗，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魔力几乎耗尽，恢复的时间根本不够，而包括超级天才海原良在内的其他人都早已昏倒在地，只留普雷因一人苦苦支撑。可对手的数量非但没少，反而是越来越多。就在这时，骷髅再次发动进攻，见状普雷因不甘地瞪大双眼，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眼看骷髅的骨爪已经接近普雷因的面庞，可下一刻他们却在普雷因震惊的目光中停了下来。普雷因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一道熟悉的身影从骷髅身后缓缓走来，而不出意外的，这个人正是及时赶到的男主。真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救美故事。普雷因不知道对方怎么会出现在这，还有他手上拿的是什么？难道是将军级骷髅吗？这种等级的骷髅可比他面前的普通骷髅强多了，一般他的身边都有精英级骷髅守护，而对方居然能单枪匹马的将其解决，属实是让人有些难以置信。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可以活下去了？有了男主的加入，得到休息的同学们纷纷醒了过来。2年级组的几人主动向男主道谢。阿一杰看着男主手里的骷髅将军法杖，好奇地问他怎么得来的，而男主给了一个让人无语的解释，从骨头汤里捞出来的，毕竟总不好说自己是直接在他爬出来的位置等着吧。当然男主也没指望有人信，他干咳一声转移话题，问大家接下来该怎么办。2年级的红毛小哥问男主有什么计划，男主表示他来的时候看到周围都被骷髅包围了，就凭他们几人想要直接突破包围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能想到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打败本体。闻言几人陷入了沉默，然后炸毛似的让男主等一下，怀疑他是不是发烧了，而男主很快便给出解释。众所周知，死灵法师是个脆皮，这个大家当然知道，不过他的身边一定有着大量护卫，他们的担心没错，男主也很清楚对方的配置，骷髅将军1个，精英骷髅6个，普通骷髅50个，而这个数量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是他们唯一的机会。男主正想着怎么说服几人，就在这时，刚刚还不对付的普雷因和公主却同时站出来支持男主，毕竟现在没有其他选择，死灵法师恐怕也不会想到有人直接攻击他的本体。虽然不知道这些后辈哪来的自信，不过作为前辈的2年级几人也不能拖后腿，他们愉快地达成合作。画面一转来到另外一边，一只野生的死灵法师正在庆幸今天走大运，居然在这里碰到了斯特拉学院的小家伙们，如果可以把他们都变成骷髅的话，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小瞧他了。他正是黑暗联盟的5级死灵法师贝赫，为了今天他已经在这里积攒了7年的魔力，准备了足足700多只骷髅，现在再也没有人可以让他低头了。想到这的贝赫嘴角缓缓勾起奸笑，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就突然感觉自己与一部分骷髅的联系中断了，这让他大吃一惊，怎么回事？难道有将军级骷髅被夺走了吗？而也就在这时，一束攻击从他背后袭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一道冰系魔法已经近在眼前，所幸他施法速度够快，直接升起一道古墙将自己牢牢守住。可很快他便发现了不妙，4级魔法的古墙居然出现了裂痕，然而还没等他做些什么，他的瞳孔便映入一片火红，下一刻随着轰的一声，一颗巨大的火球直接在他身前炸开，随之而来的是古墙的轰然坍塌。原来是公主与普雷因的联手攻击，他们的第一次合作非常成功。死灵法师咬牙切齿地看向不远处的烟尘，这一次是他大意了，没想到特斯拉的学生们居然胆敢来直接攻击他的本体。眼见情况不妙，贝赫只能释放大招，只见他直接咬破手指，然后便开始施展死灵召唤魔法，下一刻密密麻麻的精英骷髅便出现在他的身旁，而一次性召唤如
如此多的精英，让他直接一口老血喷出。虽然因为勉强召唤受了些许内伤，不过问题不大，应付眼前几个学生应该足够了。紧接着死灵法师便下令精英骷髅们发动攻击，看着双方交战在一起，他终于稍微安下心来。然而还没等他得意多久，男主便直接闪现来到他的身后。反应过来的他惊慌的转身看去，只见一个一脸自信的家伙就在他的不远处，然后他厉声喝问：“你是谁？”女孩明明被一群骷髅包围都没有一丝慌张，然而在听说男主正跟死灵法师单挑时却大惊失色。就在刚刚，男主直接闪现来到死灵法师身后，这把对方吓了一跳。死灵法师厉声质问男主是谁，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而男主只是邪魅一笑，这让死灵法师大吃一惊。难道说他是个高手？还有明明斯特拉学院的学生们都在他的骷髅视野之中，怎么会出现在这？而刚想到这的他，便注意到了男主手中的法杖，那居然是他的将军级骷髅。可还没等他问男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男主便已经一剑捅穿了骷髅将军的脑袋，然后作为召唤者的死灵法师当场一口老血喷出。死灵法师紧捂着胸口大口喘息着，该死的，这一次是他大意了。难道说这就是斯特拉学院学生的实力吗？只见不远处的对手一副孤高冷漠的姿态，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男主孤傲的外表下，内心其实早已慌得一批。这跟计划好的不一样啊！原本他们的计划应该是由2年级的几人带队先解决掉将军级骷髅，然后再来协助男主才对。可他们现在都被精英级骷髅缠上，完全腾不出手。也就是说，现在只能由他这个最弱的家伙硬刚 BOSS。对此，男主考虑要不要重新一波。然而就在这时，死灵法师剧烈的咳嗽声传入他的耳中，这让男主意识到一个重要情报：对方现在的状态好像也不太好啊！难道说是因为他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强行召唤精英骷髅而导致出现了内伤？想到这的男主嘴角缓缓勾起一个弧度，感觉好像也不是不能尝试一下。此时的另一边，公主正陷入精英级骷髅的围攻之中，她感觉当前的情形好像有些不太妙，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些家伙，然后和男主会合才行。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入她的耳中：“公主殿下，大事不好了！”她转头一看，出生的是天才火系魔法师阿尔施昂。阿尔施昂告诉公主，男主正和死灵法师进行单挑。闻言，公主瞬间大惊，要知道男主只是1阶法师，而对手则是5阶死灵法师，怎么想都不可能赢过对方的。可此时的公主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不甘的咬紧牙关，自言自语：“如果就这么轻易死掉的话，我可是不会放过你的，白流血。”画面一转回到男主这边，死灵法师率先发动攻击，一个鼓牢朝着男主包裹而来。见状，男主一个闪现直接跳出鼓牢范围。可就在这时，一道骨刺突然从他身后飞来，所幸男主反应迅速，及时避开。这一击落在鼓牢之上，眼见远程不是对方对手，男主果断传送到对方身前，他要跟死灵法师近战。然而死灵法师怎么可能给他近身的机会？只见他直接召唤出了一面骨墙保护自己。可见状，男主非但不慌，反而露出自信的笑容。原来他早有准备，为了这一刻，他特意带了很多可以融化骨头的炼金药剂。伴随着阵阵白烟，死灵法师的骷髅护罩被腐蚀殆尽。这一幕让死灵法师十分愤怒，区区一只蝼蚁居然胆敢如此放肆。随后只见他凝聚出数根锋利的古剑朝着男主射去，可惜在男主的闪现面前，他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这一次男主直接闪到死灵法师身后，自以为玩得漂亮的男主嘴角挂起胜利的笑容，同时他挥剑朝着对方砍去。然而这一切都在死灵法师的计划之中，眼见对方上当，他的嘴角缓缓勾起邪恶的弧度，只一眼男主便意识到了不对，可是已经晚了。在他不曾注意的脚边，一根骨刺缓缓伸出地面，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刺在他的大腿之上。男主当场痛呼一声，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承受住了这股痛意。该死的，大意了，没有闪。下一秒他往后一跳，与对方拉开一定距离。见状，死灵法师则是满脸的得意，滋味不错吧，丧家之犬。男主无视对方的挑衅，喘息着看着对方，果然就算是残血，5阶也是5阶啊。可换一句话说，所谓的5阶也就仅仅只是这种程度而已。虽然对方好像略占上风，可他目前应该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不出意外的话，只要再来一次就能打倒他。可惜因为受伤的原因，导致男主不能集中精力，也就无法进行精准的闪现，这该怎么办才好？也就在这时，男主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没错，就是这个。此时的死灵法师已经走到仿佛陷入绝境的男主身前，他手上拿着一把古剑，正要一剑将其送走。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男主猛地瞪向对方，被吓一跳的死灵法师陷入短暂失神。趁此机会，男主四肢并用，仓皇逃窜。这一幕让死灵法师疯狂大笑，哈哈哈哈！你逃跑的样子还真好看。男主可不管对方的嘲讽，他只需要再坚持一下就好。然而他终究还是很快便被对方追上。死灵法师居高临下的看着男主说道：“不用再做无用功了，你马上就要死了。”谁曾想男主却是咧嘴一笑，不，这一场是属于我的胜利。仅仅只是一场普通的对话，少女便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奇迹。就在刚刚，男主在与死灵法师的拉扯中终于到达理想位置。此时他和死灵法师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足13米，如此之短的距离根本不需要开启动态视力。他将剑指向前方，这一刻死灵法师意识到了什么，可惜已经晚了。下一秒，男主便直接越过12米的距离闪现到他身前，然后一剑捅穿了他的心脏。一次不够，还要再来一次。与此同时，其他人眼前的骷髅纷纷开始消散，众人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没想到男主居然真的打败了死灵法师。确认了这个事实后，有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感叹自己终于活下来了。此时的男主正趴在死灵法师身上，他艰难地撑起身体，只感觉好累，好想回去睡觉啊。在那之后，他们被赶来的斯特拉魔法骑士团带回了学校。一回来，男主便惨遭老师训斥，因为他的请假理由是要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修炼，看样子墓地环境不错嘛。面对这样的讥讽，男主无言以对，只能乖乖认错。作为代价，他将受到扣分处分。但是鉴于男主哪怕违反校规也要保护同学的出色表现，学校也会有对应的奖励和表彰，总算是有好消息了。男主朝着老师的背影道谢，毕竟如果做好事还被扣分的话，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吧。时间已经到了凌晨。
晨，男主一身疲惫，只想快点回去休息。然而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却发现阿一杰就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阿一杰为今天的事向男主表示感谢，而男主则表示以后请我吃一顿就好。闻言，阿一杰陷入了沉默。此时的他好像充满了心事，男主可猜不透这个年纪的美少女都在想些什么。他正要转身离开，结果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对方的声音：“我也能做到吗？努力的话，也能像你一样吗？”看着对面这个对未来充满迷茫的女孩，男主感觉有些不妙。无论是小说还是游戏中的阿一杰都不可能问出这种问题才对。他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我吧。由于他的介入，导致阿一杰虽然经历了考验，但却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被拯救，该怎么办呢？肤浅的安慰毫无用处，空洞的话语没有意义，因为那只会让他更加痛苦。因此，男主说了他想说的话：“你不是已经展现过别人完不成的奇迹了吗？”闻言，阿一杰默默地注视着男主：“你是怎么知道的？”而男主则高深莫测地回复：“因为我一直在守望着你啊。”突如其来的话语直接让阿一杰面红耳赤，而男主也很快反应过来：“等等，我刚才都说了什么？这不显得自己跟个跟踪狂一样吗？”想到这的男主急忙转身说了一句：“那么我先走了。”然后便匆匆离开，只留阿一杰一个人待在原地，反复回味着他刚刚的话语。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背叛者的孩子，即使有也是为了嘲笑或扔石头。然而今天这个想法被打破了，那个人说一直在守望着他，他的心跳开始慢慢加速，破晓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这是独属于他的奇迹。死灵法师事件很快发酵，参与的学生们全部将要接受表彰，魔法部以及魔法塔记者还有贵族都将出席参加。男主无语地看着不远处的人群，感觉都是一些没用的排场。不过看他身旁公主的样子，这家伙倒是兴奋得很啊！注意到男主在看自己，公主一秒变脸，傲娇地问男主在看什么。男主一脸冷汗地表示没什么。经过长时间的等待，真正的主角终于登场了。没错，他们这些受表彰的人并不是主角，那些记者也不是为了拍他们而来。斯特拉学院的院长，人类的巅峰，9级大魔法师艾特曼·艾特温，大家都是为了看一眼他那张难得一见的脸而来。别看校长外表像是10几岁的少年，他的实际年龄已经300多岁，虽然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可他在魔法世界中却有着屠杀者的血腥称号。校长为每一个优秀的学生亲自颁奖，大多数同学都不敢直视他的目光。除了男主之外，他瞪大眼睛选择与校长对视，光是看一眼就能感受到对方身上传来的压迫感。这就是世界上最强的10位9星之一。看着男主的表现，校长微微一笑：“你依然很努力啊，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男主听得满头雾水，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校长就这样走了过去，脸上还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就这样，校长给每位同学都发了奖状，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表彰仪式到此结束。果然黄毛什么的注定都是反派，这家伙居然无耻的想要同时得到2个女主。死灵法师事件结束，男主直接一波报复，光是学院的奖学金就高达500万，从此可以豆浆买2碗，喝1碗倒1碗。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了死灵法师的力量核心，这是死灵法师的第2心脏，一种稀有的力量容器，通过它可以创造出一个异空间，这样可以方便的携带很多物品。而以炼金助教艾特丽莎的能力足以做到这一点，多亏大家愿意把大部分奖励让给他。把这些东西先放一放，接下来是系统奖励。系统提示：第4幕死灵法师的袭击已完成，获得大量经验值。另外一位男主以独特的方式推进故事，获得了额外奖励，可以从上面3个选项中选择一个。这个奖励很熟悉，跟他之前获得外挂眼镜的那次基本一样，可现在他的选择是经验，然后将其全部加到闪现上。因为通过之前的战斗，男主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仅仅只是一个残血的5级死灵法师，就差点把他逼上绝路。如果换成是马由心，恐怕只需一击就能解决战斗。所以男主选择强化自身，而他唯一擅长的就是闪现。随着一阵光辉闪过，闪现的最大充能次数增加到3次，从此他可以更加从容。那么接下来就该去关心一下阿一杰了，因为之前死灵法师的事件似乎让他受了不小的打击，而让阿一杰重拾自信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帮助他发掘出自己那未曾意识到的强大冰系魔法天赋。这个时机来得比男主想象中的更早。清晨时分，阿一杰正沉浸在冥想世界中，此时的他有一种憋闷压抑的感觉，好想把心口的东西吐出来，但是要吐到哪呢？终于那种憋闷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而同时他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阿一杰猛地睁眼，只见一只半透明的蝴蝶在他的耳边飞舞，这是费特尔教授的使魔。教授提醒阿一杰看看头顶。闻言，阿一杰瞪大眼睛抬头一看，然后只见他的头顶有几个冰疙瘩在空中悬浮着。阿一杰难以置信地注视着这一幕，他什么时候创造出了这种东西？明明他没有做任何准备。同时他注意到周围的同学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可任何魔法都应该能被感知到魔力波动才对啊，难道说这也是冥想带来的效果？而那个男人早就猜到了这一点，大脑一片混乱的他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冥想。下课后，同学们3、5成群的涌出教室，独留阿一杰一人。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日子，阿一杰为自己选了最爱的红豆奶油面包，多亏了学院丰厚的奖励，他终于可以不用再为了吃的而发愁了。一口咬下，满满的都是幸福。可还没等他吃第2口，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到来，来人赫然是斯卡文帝国的皇太子杰里米。他一脸阳光地问阿一杰有没有加入过社团，在阿一杰表示没有后，直接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社团。闻言，阿一杰不由得握紧手中面包，然后询问有什么条件。而黄毛太子则笑着回道：条件还真是让人伤心啊，我只是单纯喜欢你这个人罢了。阿一杰一听就知道这是谎话，如果真的没有任何政治目的，那么他大概就是看上了自己的脸。看得出对方并不相信自己的话，杰米里凑到阿一杰近前说道：我不在乎你在想什么，也不会提任何条件，只要你愿意加入我的社团，一直和我在一起就好，而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吧？阿一杰当然知道他的身份，同样也知道加入他的社团可能让自己
陷入无尽深渊，但他还是有些动摇了，因为斯卡文帝国和与他有仇的阿多利维特王国是敌对关系，而凭借杰米里皇太子的权势，他再也不用为生活而苦恼，更不用再忍受羞辱与孤立。虽然知道不应该这么做，但有时他也想要选择一条轻松的道路。可就在杰里米皇太子露出猎物得手的笑容，而阿伊杰试图开口的瞬间，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在阿伊杰的身后，并对着他的后脑勺狠狠地来了一下。突如其来的一巴掌直接打懵了两人。两人回头一看，只见普雷因正气喘吁吁地站在他们身后。此时他一脸冷漠地注视着阿伊杰，嘴里吐出一些恶毒话语：“你这个贱女人，不是说好在一起的吗？居然背着我勾引男人！你明明说过喜欢我，为什么还要抛弃我？”懵逼的阿伊杰一脸的懵逼。然而还不等他做出反应，普雷因直接无视皇太子，拽起他就跑。阿伊杰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想让对方等一下，而普雷因则小声督促他别废话，赶紧跟上。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杰米里嘴角缓缓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直到走了很长一段路，普雷因才松开拉着阿伊杰的手。阿伊杰满头冷汗地看着对方，疑惑这是怎么了？而普雷因则表示刚刚只是为了摆脱那种情况才乱说的，不然你无论接受还是无理由拒绝，都注定被那个家伙欺负一辈子。你应该谢谢我把你救出深渊。说着，普雷因也不等对方说些什么，直接挥手告辞离开。普雷因也不知道自己刚刚做的对不对，毕竟按照原作剧情，阿伊杰会选择加入社团，然后被杰米里毁掉。他本来不打算过多干涉剧情，但是想到男主一直关注着对方，感觉这样也不错。不过话说回来，应该不会被杰米里发现说谎吧。画面来到皇太子这边，此时的他正在自己的豪华书房中悠闲地喝着下午茶，同时他正在想着普雷因，因为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嘴上说着那么明显的谎话，然后把人从自己的眼前抢走。本来他接近阿伊杰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要把他作为战利品收藏，而现在他发现了更有趣的存在。他对普雷因开始好奇他的一切，同时想要他属于自己。女孩明明是高高在上的王国公主，却偏偏嫉妒起了一个落魄贵女，只因一个男人居然选她而没有选择自己。就在刚刚，李寒月老师宣布接下来即将进行怪物模拟战。与上次演练出现的1到2星怪物不同，这次需要面对的是3星中型怪物，单独应对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想要完成目标需要组成团队。此次考核条件很宽松，同学们可以自行选择目标与地形，并有充足的时间练习。一如既往，考核由 A 班和 S 班混合进行，时间定在3天之后。在这之前需要提交最多6人的团队名单。阿伊杰很讨厌团队合作，叛徒子女的头衔让其他人对他避如蛇蝎，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公主殿下，她的身边总是聚集了很多学生，她只需要随意挑选即可。阿伊杰愁眉苦脸地看向公主，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虽然只是短短的瞬间，但对方看他的眼神中没有任何情感。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曾经的阿伊杰是一个存在感极强的人物，他所在的冰属性莫罗波大公家与公主所在的火属性阿多利维特王族共同维护着魔法界的平衡。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两个家族都有一个天赋惊人的女孩出生，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他们身上，而他们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那时的阿伊杰觉得自己是被选中的人，直到那天王室摧毁了他的家族。本来阿伊杰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大魔法师，让莫罗波家族再次复兴，只是最近他有些迷茫，我真的能做到吗？就在他心中那颗不安的种子即将发芽时，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嘿，你是一个人吗？”看着身后男主那张嘻嘻哈哈的笑脸，阿伊杰无奈地叹了口气：“有什么事吗？”谁曾想男主竟是歪嘴一笑，然后指了指自己：“要不要和我组队啊？”远处的公主注意到了这一幕，不明白男主为什么偏偏选择那个女人。对此阿伊杰同样不明白。男主解释组队没有最少人数限制，他们两个组队可以拿一下额外加分。闻言阿伊杰只感觉对方疯了，两个人怎么可能对付3星怪兽？然而说着说着阿伊杰便停了下来，不知为何，如果是他的话，感觉确实能够做到。此时的男主再次发出邀请：“所以你要答应吗？”最终阿伊杰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反正也没有其他人愿意和我组队。”就这样，男主愉快的一个人去提交组队名单。看着对方的背影，阿伊杰无奈感慨，他又一次被对方的节奏左右。他用鞋蹭着地面，茫然地站着，突然感觉身后有人，于是缓缓转身朝后看去，只见刚刚还对他毫不在意的公主正死死地盯着他。阿伊杰被吓了一跳，他努力控制自己表情，问对方有什么事，难道是要对付自己？谁曾想公主竟是一脸的烦躁：“别误会了，玩好你自己，毕竟怀璧其罪。”听到这句话，阿伊杰的心沉了下去。原来对方突然注视自己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他现在和白流雪是队友。意识到这点之后，阿伊杰感觉一阵失落，苦笑起来，却不知此时的公主心中充满了危机，总有一种继续这样下去自己会输给阿伊杰的感觉。他不想就此认输，他怎么会败给区区失败者和平民的组合？既然阿伊杰已经有了自己的骑士，那么他也要找到符合身份的骑士才行，至少也得是马由星这种有着最强称号的人。想做就做，公主直接无视所有向他发出邀请的人，径直走向马由星，然后在对方惊讶的目光中询问他组好队了没有，如果没有要不要跟他一起。闻言马由星露出微妙的笑容，这明显是要拒绝的信号，可如果就这么轻易放弃，他一开始就不会过来。然后他就将男主和阿伊杰组队的消息告诉了对方。不出所料的，这吸引了马由星的目光。公主猜测他们的目标恐怕不是中型怪物，而是更为危险的特殊怪。看着不远处有说有笑的两个人，公主再次发出邀请：“那么要不要和我组队？”闻言马由星稍作思考后微笑着点了点头：“有意思，正好我也想和白流雪比试一次。”得到肯定答复的公主心中暗自高兴：“很好，那么接下来请多关照，不管是白流雪也好，还是阿伊杰也好，这次就让我来彻底打败你们吧。”公主的内心暗暗发誓。就这样经历了几天的准备时间后，怪物模拟战开始了。女孩明明就在眼前，即将摔倒，可男孩却选择将她提溜起来，没有来个公主抱。差评。经过几天的准备，实战评估考核开始，同学们一组组的上台进行测试。在一旁等待的普雷因活动着自己的身体，虽说他已经做了足够准备，
但还是感觉稍稍有些紧张。毕竟他选择独自一人面对3星中型怪兽，通常来说5个1级魔法师才能打败一个1星中型怪兽，如果再加上经验相信还有环境因素的话，越级挑战也不是不可能。不过由于普雷因是几乎不存在任何克制的光系，于是他不得不放弃逆属性加分，而且因为原作中没有人猎杀大型特殊怪物，所以只要他能单独解决中型魔兽就可以获得高分。可比起自己，他更希望阿一杰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在原作中因为公主的缘故，没有任何人和他组队，结果导致他被判最低分。普雷因本来还想干涉一下，然而看着和阿一杰组队的男主，他又放下心来，只要阿一杰能在模拟战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或许就能改变他那暗淡的未来。随着其他小组的考核一个个过去，很快便轮到普雷因上场。他整理了一下心情，轻轻抚摸了一下微翘的头发，然后走向中央舞台。然而就在刚刚经过男主身边的时候，他的脚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住，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倾斜，眼看就要跟地面来个亲密接触。万幸有人从后面及时抓住了他的衣领，就这样个子矮小的普雷因挂在某人手上，周围同学爆发出哄笑。那是谁啊？怎么这么可爱？看起来比我初中生的妹妹还小。从后面抓住他的那个人差不多同龄吧。普雷因缓缓转头一看，男主正抓住他的衣领，他低声说道：“放开我！”好不容易稳住重心，松了一口气的普雷因向男主道谢，而男主则表示不用客气，并指着下方说道：“你的鞋带要不要重新系一下？”普雷因这才发现一只鞋子的鞋带完全松开了，明明之前杰西主动要求帮他系好的。男主问用不用他帮忙，普雷因无语的表示不用了。可惜了，真想看男主帮忙系鞋带啊！迅速系好鞋带的普雷因走上舞台，于是又是一阵质疑声响起：“他是一个人吗？好像是吧。去年也有这种情况，那些没有朋友无法组建队伍的人。”高年级的学生低声议论后表示理解。可无论他们对普雷因有着什么样的误解，他的个人评估开始了。普雷因选择的对手是一头巨人野猪，它的体型庞大但没有特定属性，因此在评估中很不受欢迎。随着老师的一声开始，可以自由行动的野猪立即冲向普雷因。而在这期间，普雷因一步未动，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野猪那猪突猛进的样子，同学们纷纷感慨，这怎么可能一个人对付得了啊？而此时，普雷因身下出现一个巨大的魔法阵，阵阵光辉散发而出，同时空中传来随风而至的花瓣的低语，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叶子摇晃着，从巨人野猪身上长出了坚韧的藤蔓，这些藤蔓几乎立刻就会被野猪的力量撕裂，但它们很快又会重新长出，并且变得更加坚韧，这是属于普雷因的魔法物质变异。就这样，藤蔓的强度逐渐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而巨人野猪的行动也逐渐变得迟缓。可仅仅这样明显还不够，很快普雷因又召唤出3道光束悬浮于头顶上方。召唤出来的光束逐渐变大，朝着空中的一个点开始发射激光，汇聚于一点的光束越来越亮。就在巨人野猪挣脱束缚的瞬间，一道巨大的光束发射出去，直接将整头野猪洞穿。普雷因微微喘息着，看着眼前自己的杰作。半响之后，野猪那巨大的身躯才轰然倒地。一阵沉默过后，阵阵惊呼从台上传来。发生了什么？这真是1年级吗？实在是太厉害了！随着老师宣布考核评估完美，普雷因先是感谢老师评价，然后缓缓离开舞台。可还没等他下去，一条大长腿便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普雷因难以置信地转头看去，怎么回事？是我眼花了吗？随着老师宣布下一组同学出列，只见本应带领6名派系成员的公主，竟然和马由星一起走了上来。他们这是什么组合？